吱，推门而入，一支箭嗖飞来。叶君爵侧身躲避，这才没有被淬了剧毒的箭弩射中面门，更是在落下脚的瞬间停下动作，没有踏在极其细薄的丝线触发开关上。云南月这是在防他吗？本王叔叔。本已睡着的云星辰揉了揉眼睛，看到门前的男人，肉嘟嘟的小脸涌现出高兴，但是下一秒又担忧着。本王叔叔，你别动，娘亲在周围设下了禁制。光着小脚丫，他熟练地走到叶君爵的身边，小小的手牵着叶君爵宽大的手掌。叶君爵握着女儿软乎乎的小手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温柔从掌心一直蔓延到心田的深处。跟着我的脚步，不要出错哟。好，本王跟着你。一步一步，叶君爵跟在云星辰的后头，满眼都是慈爱欢喜。终于，这一大一小两个人脱离禁制的范围，云星辰转过头来，大大的眼睛映着窗外投入的月亮，再一次看向闯入房间的男人。本王叔叔，你又来当小偷了吗？可是我没有钱了。云星辰误以为叶君爵是小偷，他最后的10两银票都给了本王叔叔了，他真的没有钱啦？不是，这一次本王来给你送糖果。糖果？对，糖果。叶君爵拉开手里的袋子，哇，满满一袋子糖果出现在云星辰的面前。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女儿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是那么的不灵不灵。小星星喜欢吗？喜欢，太喜欢了，谢谢本王叔叔。云星辰伸手去拿糖，可是伸了一半，停在半空，摇摇头，一脸的为难。可是我不能拿，娘亲亲答应我明天买糖葫芦，所以我也答应娘亲亲不吃糖了。虽然嘴上说着不吃，可是小家伙的眼神止不住的不停地向糖果看过去，嘴角的口水更是不争气地流下来，那一副做着思想斗争煎熬的小表情，那叫一个丰富。叶君爵都看乐了。你娘亲呢？娘亲去云家了，去找外婆的遗物了。小家伙其实什么都知道，所以乖乖闭着眼睛睡觉，让娘亲不要担心他们，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云家，云年昌。就是外公大坏蛋的家。说到外公，一脸的愤愤不平，恨不得亲自上去给娘亲报仇。我外公超级坏的，江叔叔说我外公当年把我娘亲嫁给叶君爵那个大坏蛋，还威胁我娘亲亲偷东西，哼，更是要给娘亲亲下毒。越说越气，小家伙掐着腰，脑袋上俩小揪揪也气炸了毛。本王叔叔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娘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娘亲了，可他们居然为了利益，让我娘亲亲嫁给一个不喜欢的叶君爵大坏蛋，害得我娘亲亲受尽苦楚，而那个大坏蛋还把我娘亲亲扔到了18楼狱，让他自生自灭。云星辰念着云年昌的坏，念着叶君爵的坏，殊不知被他一口一个大坏蛋叫着的男人，正是蹲在他面前的本王叔叔。小星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看着女儿气鼓鼓的表情，叶君爵很是心疼啊。可是他所调查的一切和女儿说的有些出入。5年前云南月受云年昌所指嫁入叶王府，并且以自身为毒，让他失去理智，为的就是夺取叶王府的一件宝贝。只是可惜啊，后来计划败露，云南月便想着刺杀他，最终被送入18楼狱。我当然知道了呀，要不是因为叶君爵这个渣男爹爹大坏蛋，我娘亲亲也不会在收我们的时候险些出事儿了。渣男爹爹大坏蛋。听着女儿对自己的形容，叶君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如果真的如小星星所说，云南月是被云年昌胁迫下了毒，那当日他百般苦苦哀求也是情有可原。可后来他再醒过来，却以剑相对，下手决绝，又要如何解释呢？可惜，如果此时此刻云南月听到叶君觉这些话，一定会把他18辈祖宗都挨个问候一遍。还如何解释啊？一晚上疯狂的肆虐让原主魂归西天，老娘刚刚穿越来就被喂狗，换你也得自保吧？还有逼脸说这样的话，叶君觉你良心都被狗吃了。对，叶君觉虽然是我们的爹爹，但他做出了伤害娘亲的事情，他便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坏蛋。哼，渣男爹爹大坏蛋，我们要给娘亲亲报仇。所以说，小星星今天去叶王府，便是要找爹爹算账吗？叶君觉这才明白了，原来今日儿子女儿找上门，真正的目的是寻仇的。不是爹爹，是渣男爹爹。
云星辰纠正着叶君爵对自己的有效称呼。小星星，本王想问你一件事情可好？本王叔叔你说吧。小星星黑黝黝的大眼睛看着叶君爵，看得某王爷说出口的话有那么一丢丢的心虚。如果叶君爵也不知当年内情，无意间做出了伤害你娘亲亲的事情，但在得知一切的真相后选择弥补，那小星星会原谅他吗？从女儿口中得知5年前的那一夜另有原因，看来他得重新调查一下当年事情的起因和经过。如若当中真的有任何的误会，原谅渣男爹爹是佛祖的事情，我们的目的就是送渣男爹爹去见佛祖。云家宗祠摆放着已故云家人的牌位，云南月代替原主给已故的娘亲上了3炷香，转身循着记忆回到母女2人居住的宅院。当年这里也充满了温馨的笑语，可如今是杂草丛生。推开老旧的房门，循着脑子里的记忆，云南月在房梁上找到了一把蒙着厚厚灰的钥匙，以及一封泛黄的书信。云南月将钥匙和书信揣入怀中，悄悄离开破旧的宅院。临走前，某个女人十分好心的放了一把火。顷刻间，这火势越来越大，一间房子接着一间房子噼里啪啦烧了起来，一直到半个夜空都被照得透亮。哎呀，走水了，救火呀！快，救火！快，这边！已经是夜晚入睡的时段，云府那叫一个热闹。看着冲天的火光，云南月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善良的笑。今天烧你们云家一半房子，3天后再来补齐另一半。回见。慌乱的人群下，只有他迈着欢快的步子离开了云家，而被侍女们围在身后的云思蕊朝着云家正门看过去，一双秀眉紧紧地蹙在一起。云南月，休要胡说！看着被大火吞噬的一座座厢房，云年昌没有理会云思蕊的错觉。爹爹，女儿真的没有胡说，确实是云南月，她真的回来了。云思蕊指着正门，她笃定她就是看见了消失5年的云南月，她绝不会看错。那个贱女人，她真的回来了。另一边，叶君爵坐在大床的边上，大手轻轻地拍着云星辰身上盖的小被子，哄着闺女睡觉。本王叔叔，怎么了？你说渣男爹爹为什么要伤害我娘亲亲呀？我娘亲亲是天下间最好的女子，虽然她喝完酒后会耍酒疯，打架从来不讲武德，还总是会迷路，但是我娘亲亲武功好，医术高，厨艺棒。从女儿口中听着夸赞云南月的话，叶君爵虽然没有见过云南月喝醉的样子，但是不讲武德打唐家高手，在山林转圈他是亲眼见过的。哼，等见到叶君爵那个大渣男爹爹，我一定要打掉他的大门牙。云星辰奶凶挥着小拳头威胁着叶君爵的大门牙。某王爷不自觉摸了摸尚且健在的牙齿，无奈地笑着。小星星不是要送他去见佛祖吗？怎么又要打他的门牙？那就先打掉他的大门牙，然后再送渣男爹爹见佛祖。云星辰聊着聊着，困了，小肥手拉着叶君爵的大手，香香地睡过去。乖，父王一定会补偿你们。深邃的眸子满满是宠爱，看着女儿那张熟睡的小脸，叶君爵心中那一抹对家的期待更加浓烈了。此时云南月的声音从外头传过来：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记住了，明天早晨什么都不可以吃。好，麻烦南月了。陆泽谦的话语隐藏不住温柔，这让屋子里的某王爷脸色有些臭，脸上的表情像极了一个丈夫抓到妻子出轨的证据，十分的不高兴。下午才对他投怀送抱啊，更是连续亲了他13次，这才多久就对别的男人有说有笑。云南月呀云南月，你好大的本事啊！哎呀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陆大公子可是出了高价钱，我作为医师，当然要亲自熬药送货上门啦。云南月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有德行的医师，是不会只拿钱不办事的。也正是云南月的这番无意识的解释，某王爷眼底快要拧出水来的阴郁渐渐地褪去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没有背着本王与他人做不轨之事。云南月打着哈欠挥了挥手，转身向听雪楼的房间走去。而站在听雪楼门前的陆泽谦一直看到他的背影消失，才回身走向望月轩。房间里，某王爷在女人踏入房间的一瞬间，咻，
熟练地顺着窗户遁去。虽然说叶君爵也不清楚他干嘛非得像做贼似的避开云南月。古有梁上君子，今有墙头王爷。夜色中，叶君爵负手而立，顺着窗户看向云南月脱衣服的背影，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在洞穴中出现的一幕。纵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，却将他的美景一览无余。要比新婚夜那天磅礴多了。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勾勒在嘴角，看样子某个狗王爷心情不错啊。陆家望月轩3楼，陆泽谦站在3楼的窗边，将听雪楼的一切尽收眼底，自然也包括黑暗中那一抹离去的身影。叶君调查的如何？回大公子，云南月便是5年前被叶王送入18楼狱的叶王妃，亦是云相府的嫡女。按照时间推算，云岩、云叶和云星辰便是叶君爵的血脉。翌日，百宝楼，陆家马车停在百宝楼的门前，陆泽谦率先下了马车。慢些，清晨刚下过雨，地滑。儒雅的气质，俊美的脸蛋，温柔的话语，引得多少女子是芳心乱颤，投来目光啊！也是巧了，俩人互相说着悄悄话的画面，也被某个早早过来蹲点的王爷看在眼里。你说说，这不是巧了吗？瞬间，3楼雅间的温度降到了冰点，冷的贺东紧了紧身上的衣服，抱着肩膀做取暖状。无端端的，哪个不长眼的祖宗又招惹王爷不高兴了？贺东踮起脚尖看了看窗外，这才明白，造成王爷不开心的原因是那小寡妇和陆家公子走得太近了。对，小寡妇，在贺东的心里，小寡妇已经成为云南月的代名词了。你说说这上哪说理去？叶北国这美女千万，陈鱼的、落雁的、闭月的、羞花的、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你要什么样的没有啊？王爷的口味越来越刁了，不仅对一个小寡妇产生了异样的兴趣，还想着给小寡妇的3个孩子当爹。王爷，要不要卑职把小寡妇，把南岳夫人叫过来陪您？国奏。从云南月踏入百宝楼起，叶君爵的目光就一直随着他移动，尤其是看到陆泽谦向他伸出手的时候，那眼底更是不悦。好在云南月拒绝了他。女人，算你识相，要是敢当着本王的面挽别的男人的手，本王就将你重新争取18楼狱。你等着。百宝楼，顾名思义，这里头全是宝贝。南月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面纱下，一抹笑意敷衍在嘴角，这应该是他的错觉吧？否则他怎么感应到叶君爵的气息了嘞？不对，肯定是他想多了。小星星，不准再吃糖了。回头看到一只小肥手正在摸索茶盘子里的糖果，云南月果断制止女儿的犯罪行为。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发现，云星辰立刻找帮手。二爹爹，娘亲好凶啊！我就是想吃一块糖果，就这么一块，娘亲也不许。我就问问你，18楼狱从1楼到18楼，哪个老少爷们儿没有挨过娘亲的毒打？可更别提只有5岁的他了。这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，不是，最重要的就是该怂就得怂。娘亲，我去看大哥哥和二哥哥下棋啦。云星辰乖巧地转过身，背对着云南月，坐在云岩和云叶的身边，黑溜溜的大眼睛看似盯着棋盘，可小胖手正从身前的包里翻出一颗事先藏好的糖果，丢进了嘴里。好甜！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，好在昨天把本王叔叔拿来的糖果藏在了床底下。糖果呀，果然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了，好幸福，真的好幸福呀！百宝楼3楼的雅间，云南月隔壁的房间，叶君爵阴沉着脸，一手拄着下巴，一手轻轻敲击着桌案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。这一声又一声，敲得贺东心里毛躁躁的，想问吧又不敢。很显然，本就心情欠佳的王爷，在听到女娃娃叫陆泽谦二爹爹的时候，心情更不好了。当，此时一袭红裙的妖娆女子轻轻地敲着锣，吸引众人的注意。这便是百宝楼今日拍卖的第一件宝贝，骊山玉翠屏风，底价500两。这来之前，
云南月从陆泽谦的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百宝楼拍卖的规则。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百宝楼每一次拍卖的底价都是500两，加价没有限制，也没有上限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有足够的银子，别说是拍卖的宝贝了，那皇帝的宝座都是你的。哎，就这么刺激。3000两，5000两，1万两，7万两，老子出15万两。最终，一个富得流油的商人以15万两的高价获得了百宝楼第1件拍品。那商人拿骊山玉碎屏风的时候，还光明正大的，摸了一把红衣女子的腰身。哎呦，那笑容叫一个猥琐。娘亲亲，那个叔叔对漂亮小姐姐做了很不好的事情耶。孩子看到了认知中的错误，都会开口说出来。正义小使者云星辰趴在栏杆边，奶声奶气阻止着商人的举动。那个胖胖的叔叔，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哟。漂亮小姐姐一直在拒绝你，你就不要做坏事了。你谁家的小兔崽子，敢管老子的事情？商人李大海抬起头来，看向3楼雅间的方向，可就这么一眼，吓得他当场怂得差点跪下。但是隔壁男人的目光更是让李大海死的心都有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啥运气啊！他怎么会在这儿遇见陆家大公子和夜王2尊大神呢？胖叔叔，你做了坏事，就要给漂亮小姐姐道歉。我道歉。吞着口水，前一秒骂骂咧咧的商人李大海，下一秒双膝硬生生跪地。最终得到红衣女子的谅解，李大海连这玉翠屏风都不要了，连滚带爬离开了百宝楼，更是头也不回，骑着马咯啦咯啦咯啦离开了叶北国的京都。诸位爷，下面来拍卖今天的第2件宝贝——木月子石。起拍价依旧是500两，加价随意无上限。1万两，南月可喜欢？我买给你。4万两。喂，一块破石头你出价4万两，你疯了吧你？你钱都给我穷啊！我像您这种大善人接济呀。云南月本来要阻止陆泽谦拍下木月子石的，可是陆家一开口，要加价的人纷纷退让。笑话，你和陆家杠钱，没这个资本。8万两。谁呀？那是谁家的呀？真敢和陆家比钱多，竟然是条汉子。到底是谁啊？真想看看本人。众人抬起头看向3楼的方向，可惜啊，以他们这角度啥也看不见。10万。陆泽谦，把木月什么玩意的石头让给隔壁的冤大头，你敢出价试试？云南月再一次阻止陆泽谦，一来他不喜欢木月子石，二来10万两，你买什么不好？买个破石头，是能招财呀，还是能进宝啊？还是可以长生不老啊？好，听南月的。陆泽谦放下手的同时，眼神若有若无看了看隔壁，唇角藏着几分胜利的笑。最终，这木月子石以8万两的价格落地。但是价值8万两的木月子石刚一到叶君爵的手里，某王爷立刻捏得粉碎。看着一地的紫色晶石墨，贺东拧着眉咬着唇，一脸心疼到猝死的表情。那可是8万两，8万两啊！就这么没了。王爷呀，您和小寡妇生气吃醋就吃醋，您别糟蹋钱呢，那可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宝贝呀。这隔壁的小寡妇孽是的，都睡了我们家王爷了，怎么还和陆家大公子不清不楚，暧昧不明？不仅如此，还说王爷是个冤大头，瞧把王爷给气的。娘亲亲，什么是冤大头呀？不懂就问的云星辰眨着眼睛，冤大头是什么？头很大吗？冤大头就是说花了冤枉的钱去做去买不值当的事情和物品，枉费钱财的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小笨蛋。云星辰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冤大头。隔壁某王爷听到自己的女儿说他是小笨蛋的时候，一张阴郁的脸竟是泛起了一丝委屈。诸位客官，这一株阴阳草便是百宝楼拍卖的最后一件宝贝，底价依旧是500两，无上限。1万两，10万两，20万两。好家伙，前6件宝贝都是几千几万的价，到了第7件宝贝阴阳草，那是10万10万的价呀！啥面额的钱啊？天地银行呗。50万，70万。隔壁房间，贺东在叶君爵的示意下加价20万两。其实某东想问一句：王爷呀，您是不是钱多没地方花了呀？咱们叶王府不是有阴阳草吗？为啥还要花钱拍下阴阳草呢？卑职还是不理解呢。80万。
陆泽谦再一次加价，100万两。贺东紧随其后，又加了20万，120万，140万，160万，200万，200。就在陆泽谦继续加价的时候，云南月一手捂着心脏，一手拦住他抬起的手。别加价了，阴阳草只是解你余毒的催化剂而已，而非必需品。哼，南月想要的东西，我自然要为你争取到。240万，300万两。隔壁房间的贺东也是和云南月一个表情。陆泽谦，云南月一字一字叫着陆泽谦3个字，凤眸有着警告的意味。好，我听南月的。话语间带着几许温柔的顺从。陆泽谦的目光又一次看向隔壁，胜利的笑容浮现出眼底。最终，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王爷以300万两买下了这一次拍卖会压轴的物品。南芊芊，隔壁的冤大头叔叔好有钱呀！冤大头叔叔，又被女儿吐槽的某王爷委屈屈。南芊芊，我们一起跳。我有一只小毛鱼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它去赶集。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真得意。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闪了一身泥。小家伙唱着跳着，一众大老爷们儿也跟着站起了，学着他一起跳着。我有一只小毛鱼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它去赶集。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真得意。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闪了一身泥。好嘛，愣是把儿歌开成演唱会。哎呀，真不愧是个云南月的闺女儿，牛啊！回到3楼，云南月推开门准备进去。哎呀，娘亲亲，不是这间，是那间啦。2个雅间长得很像啊，但是他们的房间是另外的那个。娘亲要推开的是冤大头叔叔的雅间。完了，长得太像了。云南月也没有抬头，收回脚，调转了方向，向着陆泽谦所在的雅间走去。若是他抬头看上一眼，就能看到某王爷脸上莫名闪过的一丝惊慌。南芊芊，我们一起跳。我有一只小毛鱼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它去赶集。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真得意。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闪了一身泥。小家伙唱着跳着，一众大老爷们儿也跟着站起了，学着他一起跳着。我有一只小毛鱼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它去赶集。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真得意。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啦闪了一身泥。好嘛，愣是把儿歌开成演唱会。哎呀，真不愧是个云南月的闺女儿，牛啊！回到3楼，云南月推开门准备进去。哎呀，娘亲亲，不是这间，是那间啦。 2个雅间长得很像啊，但是他们的房间是另外的那个。娘亲要推开的是冤大头叔叔的雅间。完了，长得太像了。云南月也没有抬头，收回脚，调转了方向，向着陆泽谦所在的雅间走去。若是他抬头看上一眼，就能看到某王爷脸上莫名闪过的一丝惊慌。翌日，皇宫养心殿，叶君珏闭着眼眸，皱着眉，尽管一脸不耐烦，却还要忍耐着男人哔哔叨哔哔叨叨个不停。朕就只有你一个亲叔叔了。父皇去世的时候，朕答应他要让九皇叔您平安幸福，多子多孙。您看人宁王、禹王、黎王、王妃、侧妃不说，小妾都三五成群。再看看您，外界已经流言蜚语了，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叔被肆意造谣。这样吧，何将军这门亲事你暂且接下，挡了断袖的风头再说，可好？自称朕的男人，正是叶北国的君主叶天辰。同样有着俊美的面容，却不像那般冷清和淡漠，而是有着君王的霸气威严和仁爱贤明。您是朕的亲叔叔，朕怎么能害您？九皇叔，你就听朕这一回吧。圣上说完了吗？睁开眼眸，深邃的眼底浮现出一抹烦躁。叶君珏面色相当不善，看了看叶天辰，知道的是明了叶王这是烦圣上的念叨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叶王要刀了他，自立为帝呢。你怎么可以吼朕？你是朕的亲叔叔啊！叶君珏的表情已经厌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
要不是眼前这个男人是他一手扶上皇位的侄子，他一定把他碎尸万段。你若是再这么作下去，本王保证以后便再也不会踏足皇宫半步。九皇叔，您一点也不幽默。朕将何家千金赐婚给您，一方面是让九皇叔您把持何家的兵权，一方面也是看您一个人孤单寂寞，您就不能学另外3个王爷，多娶几房妾室，多生几个孩子？没说2句呢，这话又绕回来，绕到了叶君爵后宅的问题上。而且何家千金是京都多少男儿郎追求不得的女子，你若是何家兵权的问题，本王会替你解决。娶妻生子这件事情用不着皇上担忧，本王有妻1人，且儿女双全。若是娶了何家何嫣然，等等，九皇叔你刚才说什么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开口确认着刚才自己听到的是话，不是幻觉。谁家的女儿？姓甚名谁？何时生的孩子？云相府嫡女云南月。磁性低沉的声音在念着云南月3个字的时候，一向清冷的语调生出几许的波澜。是夜，云南月哄着孩子们入睡之后，拜托陆泽谦照顾3宝。他和药铺的老板约定了晚上去拿几株药草。我派人去拿就是了，夜深了，你又记不得路。记得，放心，药铺和陆家我还是记得的。况且药草由陆家人接手，他不放心。云南月戴好了面纱，按照脑子里的记忆的路线去了药铺。当百草药堂4个大字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某女人眼底多多少少是有些得意的。哼，谁说路痴就找不到正确的地址了？你瞧瞧，他不是找到了吗？其实啊，只要出了陆家，顺着街道一直往前走，过4个街口就是百草药堂，就是一只瞎猫也能找得到，更何况是个人呢？掌柜的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百草药堂的掌柜打开了门，在确定四下无人之后，这才将准备好的药草拿给云南月。来，您拿好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这些药草是从我手里买的，您可记住了呀。掌柜的是千叮咛万嘱咐啊，这要是让别人发现4株药草的存在，单单一颗龙蛇花都能让他蹲10年大牢了。交了钱，云南月将它放在背包里，准备折回陆府。可就在他转身迈出百草堂的时候，10几道黑衣身影从阴暗中现身，把他团团围住。看着一步步逼近的黑衣人，某女人的手紧紧地抓着衣襟，微微地蹙着眉。你们想干什么？阴天暗月下，别逼我对你们劫财劫色！别逼我对你们动手动脚！也不是啊，别逼我对你们不怀好意！话说这劫财劫色、动手动脚和不怀好意，好像是一个意思吧？蒙着黑面巾的黑衣人看着戴着白面纱的云南月，一个个眉头都皱成毛线了。绑起来！他们的目标是先抓住云南月，再抓那仨孩子。等等！云南月叫停黑衣人的动作。各位英雄好汉，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？是谁要抓我啊？哎呦，不要抓我好不好吗？空灵好听的声音都媚到人骨头里去了。云南月凤眸挑起，看得身经百战的黑羽卫是老脸一红啊。你没有必要知晓，等你。不等黑衣人说话，一记直拳，咣，直中男人的面门，嘣的一声，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生死不知。女人一步一步地走上前，每走一步，这脚底下就像盛开血红的莲花。纵然黑羽卫10子人齐击上阵，可还是败给了云南月一个人，完败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你们既然主动送上门来，我便不客气了。走到一名黑衣男子的面前，云南月徒手扼制住他的脖颈，将他举到半空。小哥哥，告诉我幕后凶手是谁，我可以让你活。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。咔嚓一声，云南月利落地捏断男人的脖颈。他说不知道幕后凶手是谁。小哥哥一定知道吧？你要杀要剐随意，我是不会。好，我满足你的愿望。捡起地上的长刀，云南月将刀尖悬浮在半空中。毒妇，不愧是叶君爵的女人，如你这般阴毒的女人，死后定入恶逼地狱。哼，我从地狱而来，又何惧再下地狱？刀没入男人的心脏，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的从他口中涌出来。他狠毒吗？哎呀，随便啦，他从来就没说过自己是个好人，只是当了5年的母亲，3个孩子让他有了作为人的良知，凉的都快忘了他从前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机器了。准备将苟延残喘的黑衣人全部咔嚓入地狱。
一支支箭从黑暗中射出来，紧随其后的第二支、第三支、第四支，那如雨点般密集的弩箭向着云南月急射而至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箭雨落下的前几秒，一匹骏马咯哒咯哒咯哒从黑夜中冲了出来。骑着马的男人一手勒着缰绳，一手揽着云南月的腰，将其抱在怀中，咯哒咯哒咯哒，又策马飞去。不用追了。小巷中，男人一声令下，黑衣侍卫瞬间放下手中的弩箭，停止了追逐的脚步。半倚着冰冷的墙，男人将方才的一切尽收眼底，更是在叶君爵出现救走云南月的时候，上扬的丹凤眼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九皇叔，你曾说过，人一旦有了弱点，就是他的死期。朕好像发现了你的弱点。另一边，抱着云南月的叶君爵一路咯哒咯哒咯哒，一直到马停在了叶王府的门前。你又欠了本王一个人情。低沉磁性的声音连同血腥味涌入云南月的脑海。砰的一声，不等他开口说一个字，身后的男人应声坠马。回头去看，借着叶王府门前的灯光，云南月这才清楚地发现，两支弩箭深深地扎入他的后背，源源不断的鲜血早已浸透了他的衣衫。王爷，王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快找医师！是夜，叶王府内，赶来的老医师手忙脚乱地处理着叶君爵的伤，可他实在是无从下手啊。大人饶命啊！弩箭伤得太深，而且箭头上有刀刺，若是强行拔箭，定会伤及内脏。小老儿医术浅薄，不敢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呀！你再说一次！贺东拔出腰间长剑，抵在老医师的脖颈处，威胁他赶紧医治王爷，要不然人头不保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满手鲜血的老医师跪在地上，不断地磕头求饶。此时，一道本该离去的白色身影踏入房中，他无视贺东等人凶狠的目光，径直向着血床走去。你做什么？没有理会贺东的威胁，云南月卷起袖子，并叫着老医师帮自己扶起叶君爵。拿开你的脏手，跟东王爷一下试试。想让叶君爵死的话，你们继续在这里嚎；不想让他死，所有人滚出房间。凤眸流转，云南月目光所及之处，更是一片寒霜。看得叶王府侍卫们不禁后退了一步，心中也陡然生出一股莫名的惧意。麻烦老先生了。姑娘，当真有法子医治王爷？老医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看了看门前凶神恶煞的叶王府侍卫，又看了看戴着面纱闯入里间的女子，心下一横，横竖也是死，倒不如搏一搏这最后活命的机会。姑娘，小老儿全听您的。月没有回答他的话，仔细检查了一番叶君爵的伤口，手起剑落之际，两支弩箭的箭雨齐刷刷被砍断。老医师的目光随着云南月而动，看到他斩断箭雨，就从背包中拿出2株草药泡在水杯里，只是喂给叶君爵的药水迟迟送不下去。姑娘，王爷现在喝不下去任何药草。老医师善意地提醒着，他来的时候喂过药了，可是王爷全吐了出来。可是下一瞬间，云南月做的举动不仅老医师愣了，王府上上下下一干侍卫也是呆在原地。哦天哪，他们看见什么了？众人的目光中，只见云南月撩开面纱，仰头将水杯中的药水含在嘴里，玉手捏住他们家王爷的下巴，轻身上前，他竟然嘴对嘴的将药水灌入了王爷的嘴里。更令人诧异的是，方才喝什么吐什么的王爷不仅将云南月喂的药喝得一滴不剩，奇迹般睁开了眼睛。扶稳了。药效开始发作，屏蔽了五感和痛觉，就算叶君爵睁开眼睛也看不清他是谁。老医师死死地扶着叶君爵，云南月却没有拔剑，反倒是将弩箭往叶君爵的身体里推，直至整个箭头穿透了皮肤。云南月，你竟敢伤了王爷，我杀了你！叶王府的侍卫见状，想要上前拦着，却被贺东阻止。东哥，这娘们儿要加害王爷，他在救王爷。贺东不懂医术，但是他明白云南月举动为何。就像老医师说的，若是强行拔出箭头上的刀刺，会伤到王爷的五脏六腑，牵扯到内脏受到更重的伤。反之，云南月现在的做法看似加重了伤口，可实际上是救治王爷最好的办法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针线消除了伤口上的杂物，云南月从老医师的手中接过烈酒消毒后的针线，着手为其缝合。
缝合伤口的手法看得老医师是大呼高超啊。云南月看了一眼床上已无大碍的叶君爵，转身要离开叶王府。王爷因为你受的伤，你想走哪里去？贺东堵住门，拦住他的去路。门外更是站着一众叶王府的侍卫，拦着不让他走。我想走，你们拦得住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贺东。你问我名字做啥？小寡妇，我警告你，王爷因为你受伤，你理当照顾王爷无忧。别以为你把王爷睡了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对我们吆五喝六指手画脚。贺东依旧小寡妇叫着云南月，至少在王爷准许之前，他是不会揭穿他真实的身份的。可是那句你睡了王爷，惊得叶王府侍卫们瞬间是目瞪口呆，表情说不出的惊愕，甚至是惊吓。啥事儿啊？啥情况啊？王爷让小寡妇睡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什么时候睡了叶君爵？你什么时候睡了王爷，你自己心里明白，别想着提起裤子就不认人。总之王爷因你受伤，于情于理于法，你都得照顾王爷。来，你走近点，咱俩好好唠唠。我不，凭啥你让我走近点我就走近点？我是叶王府的侍卫，又不是你的侍卫。哎呦，终归还是怂了啊！贺东他怂了。反正一句话，王爷不醒过来，云南月不可以踏出叶王府半步。姑娘，您要不先别吵了，还是来看看王爷吧。王爷他吐血了。你们几个都他妈的在这等着，谁也别走，一会儿给我说清楚。一句优美的芬芳响彻叶王府。是夜更深，重新给叶君爵检查了一番。云南月熬了一碗药交给老医师，让老医师把药给他灌下去，他去找贺东这些狗东西算账。姑娘，管不下去，恐怕还得你来呀。我来。从老医师的手中接过药碗，云南月一手掐着叶君爵的脸，一手端着碗准备强灌。别，姑娘，你不能这么做，王爷会被呛死的。老医师拦住他粗鲁的动作，他刚从鬼门关回来，他不想再去了。姑娘，要不你还是嘴对嘴的毒药吧。你也看到了，外面那群侍卫铁了心不让你离开，只有王爷今早醒来，你我二人才能离开叶王府啊。老先生，你也有嘴了，要不您来吧。这房间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，刚才迫于情急才选择嘴对嘴的法子给他喂药，现在情况松很多了，干嘛还得他喂？是不得，小老儿我年纪大了，又是男人，还是姑娘你比较方便。我方便啥？我方便。哎呦，姑娘，小老儿求你了。扑通一声，老医师给他跪下了。小老儿这一生命运多舛呀，少时父母双亡，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，如今只有一个孙儿等着小老儿回去呀。老医师巴拉巴拉说着自己悲惨的命运，求着云南月一定要治好叶王，能让他平安归家，和唯一的孙儿团聚。姑娘，小老儿求你了。老先生，好吧，您先起来。是圣母心泛滥吗？也不尽然，他本身就不是什么有爱心的玩意儿。算了，在他本就不多的良知里，那就是心一善吧。云南月将药汁含在口里，捏着他下巴，将口中的药汁渡过去，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。可是某女人转身之际，一只手却紧紧抓着她裙摆。趁本王昏睡，对本王行不轨之事，女人你要如何解释？磁性低迷，透着几许虚弱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哟，云南月回过头，对上叶君爵深邃的眼睛，面纱下冷笑出声：王爷多虑了，我还没有饥渴到对您产生任何非分之想，方才所做的一切只是非自愿喂药而已。非自愿这仨字儿，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形象了。这房间除了叶君爵，但凡能揪出第三个活人，他都不会亲自上阵。至于堵门的贺东以及一干叶王府的侍卫，那就好像原地爆炸升天似的，消失不见了。王爷平安无事，我也该告辞了。行啦，那人都醒了，他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。可是欲要转身离开的某女人皱了皱眉，凤眸中写满了不耐烦。她低下头，顺着那道力道看过去，抓住她裙摆的那只手不曾有任何松开的意思。王爷，我要回去了，劳烦王爷您松手。本王的伤依你所致，你得去照顾好本王，直至康复。劳烦王爷先放手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叶君爵就这么抓着她的裙摆，
往下拽，任由云南月怎么说也是不撒手。明明刚刚被射中了2箭，还不说从鬼门关走一遭吧，那也是元气大伤啊！这货的力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云南月也抓着裙子往上提，这一来二去，你拉我踢，好端端的裙子硬生生撕了一个口子。本王，王爷救了我，我救了王爷，咱们之间扯平了。不论从前与现在，你我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，到此一笔勾销。我不想找王爷麻烦，王爷也别来烦我，咱们从此陌路再也不见。话音落下，云南月再一次转身，这回没有任何人阻拦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。看着那道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身影，躺在床上的叶君爵剑眉挑起，他非但没有被云南月的冷漠拒绝所惹怒，反之，一抹饶有深意的弧度勾勒在嘴角，蔓延到眼底。他承认了。云南月，5年前你占了本王的身，5年后又带着本王的种回到京都，想要一笔勾销，从此陌路吗？哼，绝无可能。得知王爷醒过来，贺东急匆匆跑向房间，准备禀报刺杀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可是还没进去呢，就和迎面出来的老医师撞了个正着。大人，慌什么？云南月呢？贺东扯着脖子看了一眼，没有云南月，这女人悄悄溜走了。回大人，王爷醒了后，姑娘就要走，王爷不让要走的姑娘走，姑娘偏要走，然后王爷就把姑娘的裙子扯坏了，那姑娘才急冲冲的走了。老医师说的呀，跟绕口令似的，可大致的内容贺东听明白了。贺东，房间里传来叶君爵的声音，贺东跑进房间，单膝跪地等着命令。卑职在。本王病着，明日让他送饭菜来府上。闭着眼眸，叶君爵低沉的声音中隐隐可以察觉出一丝期待。他也不知道是在期待明天见到云南月，吃到可口的饭菜呀，还是什么。王爷，刺杀小寡云南月的黑衣人已经查明身份，是黑羽卫。此时，叶王府的大门前，一辆马车停在那儿，好像有些时候了。直到云南月从门中走出来，站在马车前的陆泽谦这才出了一口气。南月，刚要开口说什么，陆泽谦敏锐地看到云南月撕裂了裙摆。叶力量，我们回府。脱下身上的衣衫，披在云南月的身上，陆泽谦扶着他上了车。临走之际，目光看向叶王府的方向，向来温润的目光变得异常的冰冷。南月，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如一抹耀眼的阳光，冲破了黑暗，将我从深渊中救出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守在你身边，直至踏入死亡。一日，皇宫御书房，叶天辰披着奏折，可是披着披着落下笔，却长长叹了口气。好，朕坦白，是朕干的。实在是忍受不了叶君爵死亡的凝视，叶天辰将一切都交代。皇叔，你先别瞪朕，朕可以狡辩。皇叔，你也看到了，云相爷家的嫡女云南月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可昨晚上她却大杀四方，10几个黑羽卫在她手中如同蚂蚁一样被轻松捏死。叶天辰说着自己的怀疑，并且笃定现在的云南月根本就不是云相嫡女云南月，定是有人脸上贴了张人皮面具，假扮成云南月，意图刺杀皇叔。朕绝不能让皇叔你受伤。叶天辰嘚吧说了半天，可是叶君爵一脸的阴沉，眼眸中的寒意冷冷地盯着某皇上。某皇上乖乖地闭嘴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坐在太师椅上的叶君爵站起身来，离开了御书房。走之前留下一句冰冷的话，回荡在御书房里，也回荡在叶天辰的耳畔。云南月是本王唯一的妃，圣上无需再插手本王的事情。看着叶君爵远去的背影，叶天辰回到了龙椅上，翻开其中一本奏折，看着何将军奏请将女儿嫁入叶王府的奏折，一抹玩味十足的笑勾勒在唇角。朕准奏。陆家听雪楼，杨亲亲，你要干啥去啊？颠不颠跑出来的云星辰仰着头看着云南月，眼神里闪烁的光好像在期待着些什么。娘亲要出去一趟，你们3个不准乱跑，不能给陆叔叔添麻烦，知道吗？云南月揪着女儿脑袋上的小揪揪，郑重点名。尤其是你，鬼主意最多，要听哥哥们的话。娘亲亲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听哥哥们的话。那娘亲亲回来的时候，能不能给我买糖葫芦呀？好，要乖乖的。
在陆家下人再一次催促下，云南月离开了听雪楼。南月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陆泽谦不放心他一个人去，放下一切工作要与他同行。不用，敷个枕喂个猪而已，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。南月，陆泽谦想说，叶君觉知道你就是云南月，你这样去等于自投罗网，可这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南月不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了，叶君觉则一直将他蒙在鼓里，只要这层窗户纸没有捅破，他仍旧有回旋的余地。云南月上了马车，去往叶王府。在给叶君觉检查完伤口，他做了4菜1汤。房间中一桌一椅2个人，平日里一身玄衣蟒袍、不苟言笑的九皇叔有些不一样了。此时的叶君觉赤着上身，绑着渗血的绷带，绷带的下端打着个蝴蝶结，严肃中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的俏皮。看到桌上的4菜1汤皆是红得发亮，叶君觉剑眉微微挑起，指着其中的一道菜问：“此为何物？”啊，辣炒猪里脊、爆辣牛蛙、双倍辣四喜丸子、变态辣黄焖鸡、辣羊汤，主食辣椒蒸米饭。不是不能吃辣吗？来呀，尝尝老娘神乎其神的厨艺，包你吃上一口，辣到窜稀。不错，本王原以为南月是个分不清东南西北之人，也定分不清油盐酱醋。叶君觉拿起筷子，夹着辣炒猪里脊放在碗里，然后就着辣椒蒸米饭一起送入口中，闭上眼睛细细地品这其中的滋味。站在一旁的云南月蹙着眉，看着他脸色是由白转红，额头上渗出了层层的汗，更是因为隐忍着辣椒的辣，刚刚包好的白布瞬间被鲜血染红。这孙子不会把伤口布裂开了吧？叶君觉吞下第一口，睁开眼睛准备夹第2口时，云南月一把将他手中端着的辣椒蒸饭夺过来，并且将4菜1汤尽数倒在了桶里。坐好。南月是在心疼本王吗？王爷多虑了，民妇不知王爷不能食辣。一圈圈将包在伤口上的白布解开，看着源源不断流出的血，云南月既有报仇后的快感，又为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感到不爽。还是那句话，为了不让叶王府的侍卫到陆家去闹事儿，他呀得尽快治好这孙子，也省得以后生出别的事儿来。云南月再一次给叶君觉包扎了伤口后，重新返回厨房做饭。此时3个学乖了的小家伙不走正门了，从这后墙咻翻了进来。别走散了，叶王府不比陆府。3人利用身高的优势潜入了叶王府，但是这小孩子他终究是小孩子。叶王府的侍卫虽然打不过云南月，可都是万里挑一的精英啊，当然察觉到云岩、云叶、云星辰这3道小小的身影。不过呢，谁都没说，就算是看到小可爱脑袋上晃着2个小揪揪，也就当没看见。告诉你们，就当自己是瞎子，王爷看到他们一定会心情大好。贺东警告着所有的人，别让3个小崽子以为他们被发现了，让他们乱窜就是。东哥，3个小家伙不像是来找王爷叙旧的呀。上一次就是啊，感觉云叶那个崽子无时无刻不想刀了王爷。还有上次在大街上遇到那回。你懂个六啊！这3个可是咱们叶王府正牌的小王爷、小郡主，是万不可能做出伤害王爷的事情。啥？东哥，你的意思是说……嘘，这件事情先别告诉别人，你知我知，王爷知就行了。贺东，嘘，示意侍卫们保密。可殊不知，周围早就围了一圈侍卫，众人脸上的表情是既惊讶又兴奋。怪不得他们看到这俩小男孩的时候，就像见到了王爷小时候。感情这仨孩子真是王爷的种，是他们叶王府的小王爷、小郡主，那太棒了！叶王府有后了，王爷牛逼呀！另一边，潜入王府的3小只却怎么也找不到叶君觉藏身之处。小星星，你藏在这里不许动啊！我和小叶去另一座庭院看看。找了几间院落，也没有发现叶君觉。大宝云岩又担心妹妹累着，就让云星辰蹲在屋檐的角落中休息。乖乖等我们。好，我会乖乖在这里等着大哥哥、二哥哥的。大哥哥、二哥哥小心点。此时一只蓝蝴蝶翩然飞舞着飞到他面前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，好多蝴蝶呀，好漂亮呀！当听到云星辰的笑声，看到那粉嘟嘟的小身影高兴的来来去去和蝴蝶玩耍时露出的笑脸，侍卫们的心啊被萌得不要不要的。正当贺东等人爬墙头看可爱的小星星时，在隔壁养伤的叶君觉听到了银铃般的笑声。当某王爷起身来到院落，
看到那道小小的粉红煤气罐和蝴蝶嬉戏时，深邃的眼眸露出一抹不解，随即又是满眼的慈爱。小星星，本王叔叔。叶君绝不曾想过会在这儿遇见女儿，云星辰也没有想过会在这儿遇见本王叔叔，云岩和云烨更没有想到，他们要找的渣爹就在隔壁右手的院落，而不是他们去找的左边的院落。那可真是巧了不是？小星星怎么来了？蹲下身和女儿平行，叶君绝温柔地看着云星辰，他多想问一句，小星星是不是知道父王受伤了，所以悄悄离开陆家来看父王的？本王叔叔，你怎么受伤了？云星辰纤长的睫毛眨巴着眼睛，黑黝黝的大眼睛竟是泛出了泪花。不哭，不疼，一点也不疼。叶君绝张开手臂，轻轻地拥着云星辰入怀，安慰着女儿。被女儿关心着，某王爷眼中的笑意止不住地流露着。趴在墙头的贺东等人也被这父女情深的一幕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有的大老爷们儿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。如今王爷和小郡主相遇的这一幕，真是戳到了他们的心窝窝，真是替王爷高兴啊！就是不明白，小郡主不是该叫王爷为父王吗？叫什么本王叔叔？一定是渣男爹爹杀了你，把你绑在这里的。哼，渣男爹爹是个大坏蛋。云星辰奶声奶气的凶悍模样，可爱至极，但话多多少少扎了叶君绝心脏一刀。无关叶王之事，是我自己受的伤。叶君绝觉得自己有必要让女儿减少对他的仇恨，毕竟本王叔叔也好，渣男爹爹也罢，都是他。本王叔叔，你不用替渣男爹爹说话，渣男爹爹杀了我娘亲亲，又杀了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看到女儿更是气冲冲的样子，脑袋上两个小揪揪也都炸了毛。叶君绝不知道是开心呢还是难过呀。我来给你呼呼，不痛不痛，痛痛飞走了，不痛不痛，痛痛飞走了。每一次我肚肚疼的时候，娘亲亲都会念着不痛不痛的咒语，我的肚肚就一点都不疼啦。好神奇啊，我的伤口也不疼了。小星星真厉害，和你的娘亲亲一样厉害。叶君绝连云南月一起夸着，小家伙扬起肉嘟嘟的小脸，一脸的小骄傲。我娘亲亲天底下第一厉害，我大哥哥和二哥哥天底下第二厉害，我天底下第三厉害。小家伙似乎想起什么，还挂着泪水的大眼睛又看向叶君绝。本王叔叔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渣男爹爹在什么地方呀？我们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渣男爹爹，好不容易趁娘亲不在来找渣男爹爹报仇，可是我们找不到呀。云星辰皱着眉，可爱的小脸表现出十分苦恼的神色，看着女儿一筹莫展，叶君绝一颗慈父心呐，多多少少又被打击到了。原以为女儿翻山越岭是来看他的，可真相却是他是来刀他的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我所认识的叶王倒是一个十分和蔼的男人，文韬武略，儒雅俊美，学富五车，年轻多金，是叶北国不可多得的温柔好男人，也必定是一个绝世好爹爹。叶君绝说着，他在墙头看戏的贺东等人整齐划一地皱着眉，他们只想说，王爷你自己听听，这话您信吗？本王叔叔，我虽然是小孩子，但我不是小傻子。仰着头，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质疑。渣男爹爹亲手送我娘亲亲入了18楼狱，江叔叔说，要不是当时娘亲亲咬着牙杀出一条血路来，早就被恶鬼生吞活剥了。江叔叔又是谁啊？为何又多出一个江叔叔？看女儿的小表情，似乎和口中的江叔叔走得很近，比他还要亲近。江叔叔就是江叔叔呀，是二哥哥的师傅。江叔叔的剑术可厉害可厉害了，当然了，大哥哥的师傅和我的师傅也都是超级厉害的呢。但是娘亲亲才是18楼狱第一厉害的。小家伙说着说着就跑了题，念叨着18楼狱的家人们，说着云南月是如何将18楼狱的老少爷们儿揍了个遍。叶君绝蹲在云星辰的边上，听着女儿说着没有他的回忆，心中是一阵阵的愧疚。本王叔叔，我跟你说，江叔叔说，当年我们还小的时候，18楼狱的人都想娶我娘亲亲给我们当爹爹，但是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娘亲亲的。云星辰叉着腰，一脸替云南月骄傲的样子。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开心的事儿分享给本王叔叔听。此时一声哨声响起，小家伙这脸色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我大哥哥和二哥哥要回来了，
狗王叔叔，你先回去吧，不要让我大哥哥和二哥哥发现你，也不要让渣男爹爹发现你逃走了。大大的眼睛写满了担忧，看着小家伙着急的样子，叶君爵不想就这么离开女儿，可是为了长远打算，他只能暂时忍痛离去。这次匆忙没能准备礼物，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给你准备多多的糖果。好，那我们拉勾勾，不许骗人。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无论是100年还是10000年，都不会变。好啦好啦，快走快走！要是让大哥哥和二哥哥看到你，你就遭殃了。云星辰挥动着小胖手告别，叶君爵万般不舍离开了宅院。但是，离开宅院可不代表就走了哟。在2个小小少年的保护下，身穿粉裙的小女孩灵动可爱，双手负在身后，看着3个孩子渐渐消失在视线中，叶君爵缓缓吐出一口紧张的气息。不愧是本王的血脉。叶君爵藏在墙后，偷偷地看着儿女们离去，眼中父爱不可遏制地迸发着，又隐忍着。吃饭。从厨房折返院落的云南月拎着食盒，他并不知道自家3个崽崽已经在这叶王府溜达一圈了。凤眸挑起，云南月走上前，目光居高临下看着床上脸色煞白的叶君爵。这一幕让他不禁回想起了5年前，那个时候他躺在冰冷的地面上，一脸死了几个爹表情的叶君爵则是低垂着眼眸看着他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条死狗。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对，想起来了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。这苍天饶过谁呀？王爷继续睡，还是起来吃饭？过来，扶本王一些。方才在女儿面前的叶君爵能倒拔垂杨柳，现在在云南月面前的某王爷，哎呦，那是柔弱的，风一吹他就倒了。男女授受不亲。本王是你的病人，你是本王的医师，何来男女之分？听着叶君爵这么一套说辞，云南月面纱下的脸冷笑着，怎么着呀？这么说还是他小肚鸡肠，格局小了？站在床边的他没有动，躺在床上的叶君爵也没有动，俩人就这么彼此看着，好像都在消耗对方的耐心。本王吃完饭，南月便可以回去陆府照看孩子了。一步上前，冷着脸的云南月搀扶叶君爵起身下床，可是某人像是没骨头似的压着他，就让人很烦。王爷，何事？你是肩膀受了伤，不是双腿截肢了？太疼了，本王忘记了。云南月严重怀疑狗王爷是故意的，尽管一再提醒，可是从床到桌子这短短几米的距离，叶君爵恨不得让他背着走。这是什么？闻着很清新。不同于方才红彤彤亮汪汪全是辣椒的菜，面前的4菜一汤加上一碗正常的白米饭，散发着别样的香气。叶君爵拿起筷子，夹起一块似花朵的菜肴放在口中细细的咀嚼。向来对于食物形同嚼蜡的叶君爵竟是生出了饥饿感，夹着菜源源不断放入口中，食欲大开。再添一碗米饭。还吃啊？虽然伤在肩膀，没有触及内脏，不需要吃流食，可这种吃法那是不行的。吃太多对伤口恢复有害无利，不准吃了。拿走了王爷的碗筷，林南月将饭菜收在食盒，丢给贺东。扔了，或者喂狗喂猪，随便。哦。贺东哦了一声，又看了一眼叶君爵，就拎着食盒离开了，准备将剩下的饭菜都扔了。只不过，秉着万一菜里有毒的这个想法，某侍卫伸爪子捏了一个红烧卤鸡蛋，丢进嘴里。这一吃不要紧，这味蕾爆炸的感觉直冲天灵盖子。哦，也太好吃了吧！啥玩意儿这么香？东哥，你吃啥呢？四周的侍卫也纷纷凑过来，你一爪我一爪，从这食盒抓着菜放进嘴里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世间美味？比仙鹤楼的大掌勺做的还好吃10000倍！哎，你啥时候拿来的馒头？给我一半，我沾汤吃。我也要，分我一半馒头。原本要喂猪喂狗的剩饭剩菜，就这么喂了叶王府的侍卫，那盘子都添得油光锃亮，狗看了都流泪哦。伤口包好了，饭也做了，袁南月准备下班了，可转身之时又让某人拉住了裙摆。那不用看也不用猜，一回头就对上叶君爵深邃的眸子。不得不说呀，这狗王爷长得惊为天人，是第一眼看上就会深深陷入他美色中的那种，要不然
他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也不至于一时兴起调戏他呀。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被他的美色欺骗了，这货是个又偏执又暴力又疯批的王爷。有事就说，还请王爷别这么拉拉扯扯的，我可没钱买裙子了。等本王入睡后再走。抱歉，本人拒绝陪睡。治病是看在恩怨扯平的份上，做饭是不想让他们去陆府找麻烦，如今想叫他陪睡，哼，还真以为他还是5年前云家的弱鸡大小姐吗？本王头疼症发作了，又十分的困乏，只是想让南月陪在本王身边说说话，待到本王入睡之后便可离去。诊金按照时间来算，每一刻钟白银1万两，餐饮费另算。半眯着眼眸的云南月衡量着利弊，但是吧，这人呢总不能和钱过不去噻，对吧？上床睡觉。硬生生扶着叶君爵躺在床上掖好了被子，就差唱上一首摇篮曲了。这躺在床上的某王爷他也不生气，目光看着搬椅子坐在一边的云南月，低沉磁性的嗓音缓缓地开口：本王也去过陵南国，陵南山美水美人更美，南月家中可还有旁人？除了3个孩子外都死绝了。手在床边，云南月的双手抱着肩坐在椅子上，两腿搭在床沿上，随意地回答着叶君爵的问题。南月似乎很厌烦你的夫君。似乎不是似乎，是非常厌烦。他死那天我尤其特别非常高兴。犯法了吗？余光扫了他一眼，云南月的脑海中无数次幻想这货原地爆炸的样子。躺在床上的叶君爵怎么能感受不到来自云南月眼底的怒火呢？5年之中，每午夜梦回都是他的影子盘旋在眼前呢。因为念相思的余毒也好，还是求他放过的那个可怜女子硬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也罢，这一次。王爷，你睡着了吗？本王已经有了困意。叶君爵缓缓地闭上眼睛，但10个喘息的时间不到，他又问：南月为何会屡次迷路啊？我嘚儿行吗？何为嘚儿？尼玛！叶君爵总算是睡着了。临睡之前说着明日想吃的菜，都是云南月没有听过的菜名。呵呵，老娘没有按照一般穿越剧情刀死你这个死渣男，你就谢天谢地吧，还有逼脸点菜，吃屁去吧！正当云南月和陆泽谦回到听雪楼的时候，三小只也踏入各自的房间，揉着眼睛，一副刚睡醒的样子。云星辰仰起了头，肉嘟嘟的小脸看向云南月。娘亲亲，我的糖葫芦呢？哎呀，这娘亲回来的急，晚上急事娘亲亲再给你买糖葫芦好不好呀？云南月有些抱歉，答应了仔仔的事儿没有办到，小家伙怕是要闹脾气了。好吧，晚上我要吃2根糖葫芦哟。云星辰并没有生小脾气，反倒有些小心虚。好险呐，就差那么一丢丢就被娘亲抓包了。小星星，把你包包里的幽冥巨蟒毒牙给娘亲，娘亲准备做成解药给你录书解毒。好，我找一找。小胖手在身前的小包里翻了翻，翻出了一根手指粗细的幽冥巨蟒的毒牙。是不是这个呀？从女儿手中接过幽冥巨蟒的毒牙，云南月又敲了敲女儿背着的小挎包。睡午觉的时候要把小包包摘下来。我记住了。云星辰心虚了一下，他回来得急，忘了把包挂起来。幸亏娘亲没有多疑，要不然小屁股要遭殃了。日夜吃完了晚饭，哄睡了闺女，云南月离开了听雪楼。厢房中正在下棋的云岩抬起头来，看了一眼远处消失的背影，又收回了目光，将手中的棋子落在棋盘上。娘亲应该是去了云家，我们一起去吗？娘亲能解决这些杂事，我们只需要等到外公寿辰的时候，送给他一份大礼便可。另一边，从陆府离开的云南月按照脑子里的路线找到了云家。他虽然是个路痴，可是脑子中已经反复记忆陆家和云家的路线，去云家也好，回陆家也罢，是绝对不会迷路的。上次点了云相府左侧的一排房子，那这回就点右排的呗。可能是火神也特别钟爱云家的房屋花草，以极其迅猛的火势吞没了数间房屋。搞定了，收工。云南月拍了拍手，准备离开云府回去睡觉。此时身后响起了一丝夜莺般好听却攻性十足的声音。我就知道是你，当初果然是没有看错，你这个贱人没有死，你还有脸回云家呀？夜王把你丢入18楼狱，你怎敢逃离牢狱回来？
贱人，看什么看？还以为自己是云家嫡女，是叶王的妃子啊！乖乖的跟我去叶王府上认罪，否则……火光照耀着夜空透亮，除了那呼啦呼啦的火焰声，就是云思蕊一声声叫骂最为刺耳。贱人，你还有什么脸回云家来？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滚出云家！聒噪！云南月很是好奇啊，原主的眼睛是多瞎，才能将这种叽叽喳喳的小碧曲当成宝宠着？当初要不是云思蕊在茶中下了毒，引诱云南月喝下去，原主的下场也不会这么惨。看什么看？再看，信不信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？云思蕊骂得正欢，云南月也懒得开口和这种没有智商的女配多说话，浪费唇舌也拉低自己的智商。你做什么？看着一步步走近的云南月，云思蕊的心中莫名的慌乱，本能的向后退去。但是云南月不打算给他逃走的机会，抬起手像拎小鸡仔抓住云思蕊的衣领，咻，将满嘴喷粪的云思蕊扔进了着着火的房间，自生自灭。他说过他不走穿越套路的剧情的，他又不是弱鸡云南月，他又何必参与原主和云家的恩恩怨怨呢？可是云思蕊这个小bitch骂的是现在的他，那抱歉了，老娘耳朵听不得脏。救命啊！爹爹救我！救命啊！被云南月扔到火堆里的云思蕊扯着脖子嗷嗷地叫着，只见一道褐色身影冲入被火吞噬的房间。等到再一次出来时，云年昌的怀中抱着已经昏死过去的云思蕊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告诉爹爹呀？刚回来不久。一如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亲情，云南月目视着云年昌，眼眸中藏着说不完的思念。这5年过得如何？你怪不怪爹爹？爹爹也有说不得的苦衷啊。不怪。云南月依旧笑得温柔，父女俩仿佛回到5年前父慈女孝的一幕。乖女儿，让爹爹好好瞧一瞧。云南月一步步上前，近距离看着云年昌，看着5年前将原主推入深渊的始作俑者。哼，老逼灯放弃吧，你杀不了我的。唇角一抹讥讽的笑。作为杀手的云南月当然看得清云年昌眼中的杀意，以及他摸索腰间匕首的动作。不等他出手，云南月再一次一脚踢出去，将云年昌和云思蕊父女一起送入身后的火房。云南月，你竟敢杀父弑妹！熊熊燃烧的大火中传来云年昌愤怒至极的声音。哎，纠正一下，我属于正当防卫。哎呀，好困啊！打着哈欠，伸着懒腰，云南月头也不回，朝着被大火包围的云年昌挥手告别。活着再见，死了就再也不见。云南月的身影消失在夜色的尽头。九皇叔的女人真是个有趣的奇女子。云家一处屋檐上，不知何时出现的叶天辰将云府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。云南月呀云南月，你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？翌日跳下马车，抬脚踏入了叶王府，准备喂猪。是南岳夫人吗？此时不远处响起了一道超级温柔的声音，停下脚步循声望去，南岳夫人。见漂亮妹妹对自己行礼，云南月也理回去。姑娘有什么事情吗？哼，我们家姑娘是何将军家嫡女何嫣然，我们家姑娘是圣上钦点赐给叶王的妃子，你应该明白，以后叶王府是我们家大小姐主家的。小丫鬟字字句句透着高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何家大小姐，是赐婚给叶君爵的王妃呢。小欢，不可胡言乱语，南岳夫人见谅。我家小欢性子耿直，若是说错了什么，嫣然代她向南岳夫人道歉了。大小姐，您和她道歉做什么？要不是因为她勾引王爷，王爷也不会被迷惑退了婚。你说你们家小姐是圣上赐婚，以后就是叶王府当家主母，可一会儿又说叶王退婚了，那你们家小姐到底是赐婚还是被退婚啊？还有，我是叶王的医师，并非你言语中的勾引种种。两位若是要找麻烦，赶紧出门左拐，且没有时间和你们玩家家酒的游戏。不理会何嫣然主仆二人，云南月转身进了叶王府。叶王府的厨房，云南月扫了一圈，只挑了几样简单的食材，和面、剁馅，准备包饺子。南月在做什么？低沉磁性的声音响了起来，不用回头都知道，叶君爵站在后头盯着他。做饭。瞎呀，他不在做饭还能在洗衣服吗？
察觉到云南月话语中的不善，低沉的声音再一次响起，好像在解释什么。圣上赐婚，将何家嫡女何嫣然嫁与本王为妃，本王拒绝了。王爷和我解释这些做什么？哼，云南月不明白，叶君爵说这些屁话有啥用啊？他又不在乎何嫣然还是李嫣然要嫁入叶王府，他不高兴是被人误会他勾引叶君爵。我的天哪，拜托帮帮忙好吧，这天底下那么多俊俏的小哥哥，他脑子进水了，勾引一个偏执的疯批。本王只是想澄清与何家的关系，免得误会。王爷多心了，没有解释的必要。云南月将面板放在桌上，又将这面团拿出来，揪成一个一个面剂子，用擀面杖擀成饺皮儿，馅料入皮，包成一个一个饺子，行云流水的动作看得叶君爵是微微蹙眉，随即也拿出一个面剂子，学着他的样子擀皮。王爷要是想吃饭的话，还请您圆润的离开厨房，安安静静的回房间躺着。要是不想吃饭的话，你他娘的继续做。看着眼前乱糟糟的一幕，面剂子落了一地，擀面杖也断成两截。云南月隐忍着把叶君爵煮了的冲动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仅如此啊，叶君爵肩膀的伤口因为他过分用力的擀皮的动作，崩开了。”本王别说话。云南月不想听叶君爵说一个字，真的，他怕自己绷不住，踏上为女主复仇的剧情，一刀劈了这狗王爷。南月，和本王说说你夫君的事情。厨房里，叶君爵坐在长椅上，任由云南月一圈一圈一圈扯下身上沾着血的白布，疼得钻心。但是，当一股馨香轻轻地绕在鼻尖，那是专属于云南月特有的味道，就像5年前的那一晚，香气侵入脑海，伤口的疼痛竟然奇迹般的减弱，甚至错觉一点儿也不疼。一个死了8年的人，没什么好聊的。王爷若是想了解他的话，晚上让他托梦给你便是了。云南月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和他纠结。8年，南月的孩子方才5岁。王爷这么喜欢聊别人家的八卦的事情吗？处理伤口的手，加了一分力道，耳边絮絮叨叨不断的声音让他很心烦。嘿，这货5年前不是惜字如金吗？多说一个字就像丢了钱似的，现在这嘴哔哔叨没个完呢。别人家的事情与本王无关，本王只想知道南月的事情，比如南月的夫君是做什么营生的。用最平静的语调问出最八卦的话。我夫君卖炊饼的，有个当官的弟弟，后来落草为寇了，还有个好朋友叫西门大官人。王爷还想知道什么？消毒了伤口，云南月回身从医药箱中拿出白布准备包扎，可谁知一个不小心踩在了叶君爵弄断的擀面杖上。小心！叶君爵眼疾手快，一把将他揽入怀中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俩人虽然没有倒地，可也双双撞在门框的边上。听到厨房有响动，担心有外人趁着王爷受伤来行刺，一直在外巡逻的贺东、周岩等人纷纷踏入厨房小院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吧，他们觉得离哀君棍不远了。他们看见什么了？只见云南月整个人脚下悬空，被王爷抱在怀里。王爷一手揽着云南月的腰，一手按着云南月的头压在胸膛上。而且本来吧，穿着衣服进入厨房的王爷不知道为何却赤着上身，这就很不能理解了。两个人的姿势相当的暧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做了一些酱酱酿酿不可描述18禁的羞羞事。哎呀，这天要下雨了，该收衣服了。是呀，收衣服，走，回去收衣服。啊，对，走。率先回过神的贺东找了一个蹩脚的借口，赶紧走。其余侍卫也跟着这样胡乱说一通，纷纷离开了小院，将空间留给了王爷和小寡妇。南月的脸怎么红了？叶君爵低下头，深邃的眼眸凝视着云南月过于红润的脸庞，心脏的某一处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。王爷，你要是想弄死我，大可不必这么费尽周折。云南月被叶君爵一手揽着腰，一手摁着头，骨头险些被勒断了不说，更是喘不过气儿来。结果这货还有脸问他脸为什么这么红。生气了吗？不舍得放开怀抱中那一抹柔软。这5年来，本王从未抱过任何女子，力度或许重了些，下次本王注意。什么？你他妈还有下次？重获新生的云南月觉得自己刚才就像是被迫挂在树上的猴，要不是他命大，早就凉了。他果然和这个男人犯冲了。用幽冥巨蟒的毒牙制作出的解药差不多完成了，解了陆泽谦身上的毒之后，一定要赶紧马不停蹄远离这个叶北国呀。
又看什么？白色的长裙掺杂着血红色，有着别样的妖娆之美。可是身上这套衣服是他仅有的几套白衣，又贵又难洗。叶君觉，我大爷的！本王府上有一些女子服饰，不过都是一些5年前的样式，南月莫要嫌弃啊。叶君觉看得出云南月眼底的心疼，也看得出他定是在心里用各种词语问候着自己。坐下，包扎伤口。还有，别和我说话。本王饿了。叶君觉的目光盯着云南月，看到他隐忍着要将自己碎尸万段的样子，心底下不知生出了一丝温馨的暖意。呼出了一口浊气，给叶君觉包好伤口之后，某女人压制住随时可能喷涌的怒火，包了一盘饺子。吃。南月这样回陆家的话，孩子们看到你身上的血迹也会担忧的。见他要走，叶君觉命令贺东带着云南月到后宅换衣服。虽说讨厌叶君觉，可他这话没错呀。不理会身后的目光，云南月跟着贺东去了叶王府的后宅，在几个大箱子里挑着女人的衣服。翌日，贺东等在陆府的门前，看到云南月时哼了一声，他就知道这娘们一定会晚1个时辰才出来。先去菜市场。去菜市场说什么？我们叶王府什么都有。买菜啊。都说了，叶王府什么都有，天上飞地上跑的水里游的。买菜，你是龙还是虾？我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好男不跟女斗，不就是买菜吗？买。贺东驾着马车带着他去了菜市场，而此时三小只也顺利地从听雪楼的后墙翻了出去。我们至少有2个时辰的时间，行动！小王爷、小郡主来了，全体装下钟笼。虽然说命令下达，但是有些侍卫真的觉得云星辰太可爱了，看着看着入了神。完蛋的，我是被发现了吗？小星星呼一个侧翻，努力隐藏着自己，可是小脑袋上的小揪揪暴露了他的位置。哎呦，看得侍卫们的心呐，萌的那叫一个飞起。三小只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终决定把这俩侍卫迷晕。就在云夜即将抽出木剑准备一击制敌的时候，一道道从侍卫的口中传出来。哇，大哥哥二哥哥，你们看，好神奇啊，他们居然睁着眼睛睡觉。睡着了？云岩挑着眉，几番试探，确定这俩侍卫的确是站着睁着眼睛睡着了。走，仨小宝宝蹑手蹑脚离开了别院，又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寻找，而装睡的侍卫也恢复了正常。叶王府好大呀，渣男爹爹到底在哪里呀？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人，气得云星辰是直跺脚。这一幕让趴在墙头上的周岩等人很心疼啊，即便知道小主子们的目的是要刀了王爷，可他们还是不忍心看到小郡主难过。王爷有命，让咱们引小主子去书房。咋引导？想办法呀。于是乎，叶王府的侍卫们绞尽了脑汁，终于想到一个合情合理的法子。书房的门和窗子是开着的，戴着面具的叶君觉坐在窗边，余光紧紧地随着三小只的身影而动，面具下是温暖的笑。你要问我这堂堂叶北国的叶王为何要戴面具呀？哎，别问，问就是怂。一道蓝色的小身影咻进来，手中的木剑快准狠，呼架在叶君觉的脖颈上。叶君觉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被二儿子拿剑威胁着生命，面具下做爹的某王爷眼眸微挑，生出几分不悦。哎呀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隔着10几米趴着墙头看戏的叶王府侍卫，那心呢是一揪一揪的直突突。此时晴朗的天空忽然阴云密布，云层中翻涌着雷电，如那恶龙咆哮着。你为什么会有我送给本王叔叔的蓝色小星星？云星辰伸出小胖手，指着叶君觉脖颈上戴着的蓝色星星吊坠。他送给本王叔叔的吊坠怎么会出现在渣男爹爹身上？一向以冰冷无情著称的某王爷一下子心慌了，糟了，忘记拿下来了。你们三个小家伙胆子不小啊，敢闯入叶王府刺杀，有何不敢？云夜手中的木剑更紧了一分，窗外的雷声也嗡响个不停。你身上为什么会有我送给叔叔的小星星吊坠？难道说本王叔叔遇害了吗？想到这儿，泪水一下子涌上来，红红的眼睛看得叶君觉万分的心疼。知道女儿这般的担心他，某王爷是很开心的，但是他现在的身份是被三小宝复仇的渣男王爷，不能揭开面具安慰女儿自己没事儿，又让他十分的纠结。闯入叶王府行刺，你们可知该当何罪？
故意别过头去，不看小星星让人揪心的小表情。透过面具，叶君爵对视着要将自己刀了的二儿子的眼神，他再一次说道：能越过重重阻碍出现在书房，小子你很不错，叫什么名字？不愧是他叶君爵的种，小小年纪身手如此了得，将来定是大有作为。叶王不需要知道我们姓甚名谁，只需知道我们兄妹三人是向叶王你来讨债的。讨债？剑眉上扬，叶君爵看着大儿子，哎呦，才5岁就这般的俊美，一举手一投足，一时透着高贵的王族之气。哼，不愧是他的种。对，讨债。云岩咚拿出一串清单，白纸黑字上记录的是云南月母子4人所耗费的花销。从云岩决定来叶北国复仇之时，就记下母子4人吃穿用度种种夯不啷当。这是王爷欠我娘亲的债，一共是1321两白银。透过面具，叶君爵看向那白纸黑字，剑眉挑得更高。长子是打算和他清算一切，然后断绝关系？别乱动，即便是木剑，我也能置你于死地。云烨手中的木剑依旧架在叶君爵的脖子上，伴随窗外又一刀落下。这场父慈子孝的画面更是向着剑拔弩张的方向发展。你为啥会有叔叔的蓝色星星吊坠？云星辰第3次问。很明显，小家伙不耐烦了。趴在墙头的侍卫们看得那叫一个揪心啊！他们真想冲上去告诉小王爷、小郡主：喂，你们眼前这位俊美多金、英明神武、高大威猛的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他不仅是叶北国的王爷，他是你们的亲爹呀！周岩等人红着眼揪着心，一个个别过头去，不忍心看这么虐的画面。就在大宝讨要赔偿清单，二宝威胁叶君爵的命，三宝要问清楚蓝色吊坠之事的时候，院墙外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。啊，他们干嘛呢？哎呀，小星星一下子慌了。娘亲亲怎么来了？完蛋了！娘亲亲要知道咱们在叶王府，小屁屁会被打的。听到云南月的声音，不但是云星辰、云岩、云烨乃至叶君爵的眼底都闪过了一抹慌乱。云南月咋来了？你们干啥呢？撅个腚看什么玩意儿呢？这贺东一脸你们脑子进水的表情，看着叶王府的众兄弟，那咋一个个跟做贼似的呀？跟在贺东身后的云南月扫了一眼慌慌张张的侍卫，懒得去猜他们看到自己为何表现出这样的一副神情。叶王呢？书房呗，王爷有伤不能上朝，不在房间里躺着，就只能在书房呗。我时间紧急，给叶王重新包扎再做饭，便要赶回陆府了。王爷在书房呢，跟我进来吧。别！见贺东领着云南月踏入书房小院，周岩等人想要出言阻止，却为时已晚。完犊子了！王爷，您自求多福吧。还有东哥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定多烧一些纸，保证你在地下左拥右抱。王爷，小寡妇要把你衣服给我。云南月一脚踹趴下贺东，直接踩在他身上，走向书房。云南月伸出手，还没碰到房门呢，站在门内的男子就率先一步打开了木门，而房间里本该存在的3小只却是不见了。这让众侍卫的眼底除了不解还是不解呀！人间蒸发呀！拿掉面具的叶君爵低着头，深邃的眼眸微微低沉，对视着云南月，如同深海一般幽蓝不见底的凤眸。动心了吗？低沉磁性的声音回荡在云南月的耳畔。云南月回给叶君爵一个眼神，仿佛在说：你是个蛋。莫名其妙问他心不心动，他动个锤子舞。明父是来给王爷换药的，还请王爷别浪费时间，明父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背着医药箱的云南月要进入书房给叶君爵换药，可谁知刚走一步就被人拦住，撞在叶君爵壮硕的胸膛上。书房里有3只可爱的小老鼠，不方便换药，我们去更大一些的房间。说着，叶君爵踏出书房，很自然牵着云南月的手，结果嘛，自然是被他甩开了噻。男女有别，还请王爷自重。有别无别又何妨？南岳是医师，何必在乎这些繁文缛节的规矩？看着光天化日说骚话的叶君爵，云南月看来王爷的心情不错嘛，定是因为伤情也恢复得不错。既然如此，明日起明父便不再来叶王府了。云南月话音刚落，刚刚还满嘴撩骚的某王爷脚底下一软，那是说倒就倒，整个人向着云南月压过去。头晕，想吃南岳亲手包的饺子。突如其来的重压使得云南月趔趄了一步，明知道他是故意的，
可是无论如何也挣不开他还在腰间的狗爪子。王爷，请您松开。不，除非南月答应包饺子。松开！妈蛋呐，这比猪都沉的重量，压得他腰快断了。这脑子进水了吗？5年前的狗王爷不开口则已，一开口就是要人命灭九族。现在呢，这是吃了啥过期食品吃坏脑子了？暴虐疯批高冷的人设呢，让狗吃了吗？答应本王包饺子，本王便松开手。叶君爵说着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话，在外人看起来，那是一副男女相依的画面，过于羞羞。包，我包。渣男爹爹竟然让娘亲亲包饺子吃，我都3天没吃到饺子了，渣男爹爹好可恶。哎呀，是啊，果然呢，妹妹的关注点总是那么的特别。兄妹3人离开叶王府，而且是在众视为目光下，光明正大从正门走的。那边云南月给叶君爵换药之后，踏入厨房包饺子。为了避免昨天那种事发生，某女人将门关了个严严实实。可这门关上了，窗户却堵不住叶君爵的脸呢。半靠在窗边，某王爷一手拄着下巴，一手轻轻哒哒哒敲着窗沿，发出咚咚作响的声音，烦得云南月真想把他也剁吧，一块煮了。王爷在看什么？南月没有看本王，又怎知本王在看你啊？叶君爵很确定，他就喜欢看他炸毛不得劲儿的样子，十分生动。南月，你恨你的夫君吗？为何这么问？这里就只有你与本王2人，聊聊家常。家常有什么好聊的？您是高高在上的叶王，不会喜欢我们平民百姓的凡尘俗事。云南月拒绝和叶君爵聊下去，继续包着饺子。南月的夫君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呀？所以你才不愿提起他，才会对他心生恨意。王爷为何非要知道我相公的事情？顺道友情提示一下，您附在叶王府的每一刻都是收费的。想知道便是想知道，顺便回一句，本王有钱。叶君爵学着云南月的语气，一句本王有钱，更是惹得某女人心中是哇哇吐槽。奸臣贪官狗王爷，你的钱还不是搜刮您指名高得来的？哼，行啊，你舍得死，老娘就舍得埋。我是被迫成婚，渣爹为了一些我记不得的阴谋，把我当成礼物送人了。后来我相公就死了，死得老鸡巴惨了。何为鸡波？形容词，夸大的意思。很厉害，猴赛雷666一个意思。比如南月很鸡波美丽。叶君爵，我撬你大爷，你造吗？撬你大爷！云南月的解释，那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想开口骂回去吧，就强行忍下了，把这怒火都发泄在饺子上。南月还没说完，后来呢？没后来，人就惯了，被挫骨扬灰了。我们母子4人离开了伤心地。他知道自己在云南月的口中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又是坠落悬崖，又是被马车来回的碾压。总之啊，他说的多过瘾，自己在故事里就死得多惨。南月今年多大？45。好，正巧本王比你大5岁，今年整50。那南月喜欢什么？钱。哈哈，也巧了，本王钱多。南月还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王爷，您闭上嘴，一个字也别说，好吗？耳边就像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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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飞了一群苍蝇，嗡嗡个不停。你是在向本王表白吗？虽然本王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本王不介意。哎，等等，我表了个什么白啊？打断叶君爵的絮叨，正在煮饺子的云南月愣了。他什么时候跟他表白了？方才南月说喜欢本王。王爷才能把话听全嘛。我没说我喜欢你啊，我说我喜欢王爷您闭上嘴。看，你又说了。我没有。有。没有。砰的一声，云南月将锅里的饺子捞出来，也不管熟了没熟，连盘子一起剁在叶君爵的面前。他忍着已经抵达临界点的怒火夺门而出。他发现自从再遇叶君爵，作为杀手的冷静总是让他轻而易举地跳过。离开厨房的云南月径直走向叶王府的大门，而此时从马车上下来的叶天辰也步入了叶王府。哼，也是怪了某个皇帝碎嘴子手欠呐！见到云南月，啪撑开手中折扇，拦住他的去路。这是谁家美丽的小娘子？莫不是皇叔新纳的妾？叶天辰自然知道这戴着面纱的女子就是云南月，也知道她出现在这儿的目的。但是叶天辰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此刻某女人正压抑着无处宣泄的怒火，他看谁都不顺眼。
你说什么？云南月凤眸一转，看向拦住自己去路的男人。你是皇叔辛纳的剑，可为何要戴着面纱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下一秒，没等叶天辰反应过来，也不等跟在他身边的暗卫反应过来，更确切地说，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云南月是说动手就动手啊！嚯！只见一袭暗红色锦衣华服的叶天辰被云南月一记过肩摔，和把他压在冰冷的地面上。咻！瞬间万籁俱寂，那安静的比那大半夜的坟地都要安静。叶北国，天启盛世5年春，圣德皇帝叶天辰于叶王府门口处被一白衣蒙面女子过肩摔，至右臂脱臼。随即，白衣蒙面女子扬长而去，不知踪影。负责记录皇帝日常事务的起居郎拿着笔记录下眼前发生的一幕，而躺在叶王府冰冷地面上的叶天辰凝视着湛蓝的天空，也看着渐渐走入视线的叶君爵。九皇叔，朕被人打了！丹凤眼挂着泪，此时的叶天辰就像打了败仗找对方家长告状的告状精。你再看叶君爵呢，深邃的眸光潜藏着一抹温和的笑意，只是这笑啊，不是对着叶天辰的，是给已经离开叶王府的某个女人的。婶婶教训侄子不碍事。另一边，贺东送云南月回到陆府，看着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云南月，他是欲言又止。我要不要告诉云南月，方才被他揍了的男人是王爷的侄子，也就是叶北国万人之上的皇帝呀？哎，算了，等明儿云南月去王府，王爷定会告诉他今儿被揍的人姓甚名谁。我还是别跟着瞎掺和了。娘亲亲，亲亲亲亲亲亲。3个小宝宝提前一步回到了听雪楼。说吧，要做什么？吃糖除外。嘻嘻，我想吃水饺饺。糖果固然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可是娘亲包的饺子也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啊！怎么突然间想吃饺子了？就是想吃。渣男爹爹都有饺子吃，太要吃。明晚青玉班有一场演出，我们带着孩子一同去看看，也便于你观察一下，好为青玉班写剧本。给青玉班写剧本？正在吃饺子的云南月抬起头来，有些不解地看着陆泽谦。他都把青玉班台柱子玉三郎给揍了，这班主还给他写剧本的机会？南月放心，我与青玉班的徐老板相识已久，徐老板不会因为你当日的无心之举错失了你的才华。娘亲亲，要不你就写卖炸弹的小女孩的那个故事吧。何为卖炸弹的小女孩？陆泽谦虽然不是通晓古今的文人圣人，可也博览群书，但是这卖炸弹的小女孩是哪一部名著里的篇章啊？这个呀，是娘亲亲给我们讲的睡前故事，安徒生童话故事，教育意义可深了。于是乎，云星辰将这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说给陆泽谦听。后来，可怜的小女孩一个炸弹都没有卖出去，她又冷又饿又想念慈祥的奶奶，便在寒冷的冬夜里点燃了一颗炸弹取暖，然后砰的一声，全小镇的人都捡到了她的奶奶。听到故事的结尾，陆泽谦的表情有一些僵硬。那小星星能不能告诉二爹爹，你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人生哲理呢？有啊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服就干，干不过就上炸弹。南月，孩子还小，以后还是莫要再讲这些故事了。我哪知道小煤气罐会悟出这些道理啊？云南月嘟囔着，那个时候吧，是为了哄他们睡觉才说这些故事，可谁知道小崽子们记到现在。这边听雪楼的气氛是温馨美满，那边站在墙头的某王爷，哎呦，那是酸得要命，眼里的阴沉那是更能拧出几盆水来。站在一旁的贺东摇头，添油加醋咂巴嘴。吃的饺子还是3鲜馅的，给王爷您吃的就是个肉团子馅儿，如此天差地别对待王爷和陆泽谦2人。亏了王爷还为云南月摆平了殴打皇上的这件事情，谁料他转身就给别的男人包饺子，还3鲜馅的。首尾呼应，绕回了3鲜馅饺子。贺东眼巴巴地看着，既为自家王爷感到不值，也馋云南月的包饺子。有一说一啊，小寡妇厨艺真不赖呀。睡觉，我要抱着娘亲亲睡。我烧完碗的。好嘞，娘亲亲快快哟，我要摸奶奶。听雪楼的墙上，
正要离去的某王爷听到女儿说的那句，脚步微微一顿。王爷，要杀回去给陆泽谦一个警告。贺东以为王爷停下来是要派他去做掉陆泽谦，其实某王爷心里想的是，明晚青玉班演出，本王不希望有人打扰。卑职明白。翌日，叶王府，云南月踮着脚尖儿，拿着消毒棉签蘸着药水，擦拭着叶君爵肩膀上的伤。叶君爵呢，则是赤着身子直立着，任由云南月在伤口上折腾。而且这狗王爷故意把个腰板挺得直直的，这不存心为难他吗？一股莫名的胜负欲噌上了心头。云南月搬来一把椅子踩上去，继续拿着消毒棉签涂着他的伤口。南月宁可搬来一把椅子，也不愿意求本王坐下吗？一想到昨天晚上听雪楼其乐融融的画面，叶君爵的眼底阴鸷多了一分。我若是让王爷坐下，王爷肯听吗？见面就是一脸大冤种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媳妇给你戴绿帽子呢。他还有别的事要做，懒得搭理叶君爵不开心是为了什么？你不说，又何止本王不会去做？那王爷倒是坐下呀。本王坐下了，然后呢？叶君爵坐在椅子上，反倒让站在椅子上的云南月手足无措。然后啥呀？然后处理伤口呗，还能干什么？准备从椅子上跳下来给叶君爵包扎伤口，可是脚底下这椅子忽然间翻了。云南月刚要稳住身子，下一秒就被叶君爵抱在怀里。南月小心！扑通，俩人倒地上，叶君爵在下，云南月在上。冰冷的地板上，被某王爷抱在怀中的某女人抬起头来，对视上那双深邃且满是担忧的眼睛，秀眉一蹙，拧得高高的。王爷，敢问一句，我哪里得罪你了？有事直说便是，何必踹着椅子呢？椅子怎么会突然翻呢？这又不是什么爱情电影小说里的必要桥段，他可是清清楚楚地看到叶君爵伸出了他的狗腿，踹在椅子上。本王没有。说谎的人会被大灰狼叼走的。放心，本王打得过畜生。那王爷可比畜生还要厉害啊，佩服。正当俩人倒在地上聊人生的时候，贺东和几名叶王府的侍卫突然出现了。这几人本想禀报边关的事，可谁知道看到了辣眼睛的一幕。王爷呢？你们看到王爷了吗？没有啊，王爷去哪了？可能在书房，咱们去书房找找。同意，去书房找一找。这几头货呀，怎么进来的？怎么原路退出去？直到门外传来一阵阵的话语。不会是咱们王爷，就算受伤也不影响战斗力啊。那是，您也不看看王爷是谁？上次青云寺知道吧？王爷和小寡妇好几个时辰才从青云寺出来。东哥是说小寡妇把咱们王爷睡了那次？对，就是那次。我可是亲眼瞧见王爷和小寡妇衣衫不整，一前一后的上了马车，而且在回来的路上，小寡妇还亲了王爷呢。哎呦，说起来都臊得慌。一字一句传入耳中，也甭管这贺东是故意说的还是单纯扯犊子。云南月再一丝皱眉，凤眸怒视着叶君爵。他们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睡了你？面对他的质问，躺在地上的某王爷缓缓开口：你亲了本王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没问亲你的事情，我问的是我什么时候睡了你的事情。亲了本王13次，夺了本王的清白，等同于睡了本王。妈蛋呐！看着顾左右而言他，胡扯一气的叶君爵，上手为了云南月想要揪着他的领子好好问一问，这些屁话都是怎么来的？谁睡了你啊？鬼才愿意睡你呢！反倒是王爷你无端闯入洞穴看我换衣服，要赔偿也是你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啊！如今还反咬一口说我睡了。本王愿意负责。叶君爵一句愿意负责，直接绝杀，杀的某女人瞬间将要出口的话堵在了唇边。本王看了你的身子在先，你亲了本王在后，于情于理，本王都要对你负责才是。灵父不需要王爷负责。好不容易把那天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，结果他又提。好，一个好字，回答得很是随意。叶君爵表示他可以不负责当日洞穴看光了云南月身体的事儿，但是另外的一件事他需要让云南月负责。本王清白之身被你毁了，此事该如何是好？我何时毁了王爷的清白之身啊？何况你什么时候有清白之身啊？自然是那日。那日，一语双关呐。叶君爵口中的那日，就是从青云寺折返回京都的马车里，云南月么么哒了他13次的那天。
当日是因为马车颠簸，民妇不小心才啃了王爷几下而已。13次。某王爷纠正着云南月说出的数量词，不是几下，是13次，次次命中。若说不是故意为之，那只能说是老天爷的安排了。行，就算是13次。云南月忍着勒死他的冲动，继续狡辩。当日民妇不小心触碰了王爷13下，是民妇的错，赔钱也好，判我入狱也罢，至此之后这件事情就当从没有发生过。本王拒绝。叶君爵果断拒绝他的要求。哼，他堂堂叶北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叶王，不缺钱也不缺势。你毁了本王的清白是不争的事实，难道南越想让天下人都知道本王被你占了便宜却不负责吗？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回荡在两人之间，温热的话语拍打着云南月的脸颊。这话说的就好像云南月是提起裤子不认人的主，那叶君爵是被无情的女魔头糟蹋了的苦命人呢。躲在门外偷听的叶王府侍卫那是一脸的震惊啊。总之呢，世人口中嗜血无情、冷酷残暴、杀人不眨眼、人人敬畏如杀神的男人，在面对小寡妇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那完全是一个正常男人该有的样子，那叫聊得一手好骚啊。东哥，咱们王爷被糟蹋了，小寡妇不会真不负责吧？应该是王爷在上面，小寡妇在下面，俩人的姿势颠倒了呢。你不懂，王爷就喜欢这口。你看小寡妇骑在王爷身上，还不忘给王爷整理头发呢。啪的一下，云南月抄起一把椅子，向着贺东等一群长舌公扔了出去。好在贺东等人躲得及时，这才没被椅子爆头，而是砸到了门边。王爷的伤势恢复得七七八八了，寻常医师就可以为王爷包扎伤口。他不是第一次发现，自从遇见他开始，情绪就容易被他挑逗。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叶王，我只是一个带着3个孩子过活的母亲，还请王爷莫要因为一时兴起让我为难。云南月居高临下看着躺在地上的叶君爵，凤眸中浮现出一抹冷冷的笑意。南月认为本王在戏耍你。叶君爵蹙着眉，深邃的眼眸涌起了一丝丝的阴沉。难不成王爷心悦于我？说出这话的时候，云南月自己都笑出声了，而不是自嘲的笑啊。他可不需要谁的怜爱，他云南月一个人也可以带着3个孩子过上美好的生活。你怎知本王对你无意？叶君爵起身，一步一步的上前，压迫感十足，高大霸道的身影将娇小倔强的女子笼罩在其中。两人彼此看着对方，一个低头垂目，一个仰头冷笑。王爷依我什么？王爷依我什么？是你与我之间的悬殊身份带来的优越感，还是你一时兴起的新鲜感？是王爷觉得我与众不同，想用您庞大的权力将我禁锢在您编织的牢笼中，等王爷玩腻了再把我捏死？哈，真的很好笑哎！5年前亲手把他送入18楼狱，那个时候他怎么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？如今却说对他有意，真当他是一个未经人事、毛都不懂的无知少女吗 ？Sorry， 老娘已经过了一朵花能被骗走的年纪。我与王爷生来就不是一路人，以后各自安好。话音落下，云南月抬起右手，推开叶君爵挡住去路的手臂，正要转身离去，自此之后再也不踏足叶王府。可是他刚转身，他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道揽住了腰身。叶君爵一把揽他入怀，扣住怀中女子的长发，吹开面纱，随即暴风骤雨的吻袭了过来，攻城略地，是肆意的掠夺。任由云南月如何挣扎撕咬，叶君爵绝不放手。两人的口腔中早已被血腥味灌满，鲜血顺着唇角流下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叶君爵这才恋恋不舍地抬头，舔舐着嘴角的血迹和那残留的一抹芳香。味道不错，南越还欠本王12个吻。看着面纱再一次落下，遮住那张红润的脸庞，叶君爵笑得邪魅。叶君爵，你也不知是因为缺氧，还是因为被强吻的怒火，又或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总之他真的怒了。5年前没杀了他，不代表现在不能杀了他。就在云南月即将一掌击出，准备送叶君爵归西之时，面前男人身形忽然一晃，眼睛一闭，咚，向前栽去，重重地压在他身上。起来，咱们1对1单挑，我数3个数，再不起来，我拧断你3条腿。1、2、3、4，别以为装死就能糊弄过去。叶君爵，被压在身下的云南月摸着叶君爵颈项的动脉，瞬间皱眉。
你们看什么看？再不来帮忙，你们家王爷就真他妈死了！快把王爷抬上床！小寡妇，你瞪我做什么？王爷余毒发作，赶快给王爷瞧病啊！贺东催促着云南月赶紧治病救人。要不是因为5年前云南月在他自己身体里下毒，害得王爷也中了毒，这好好的大活人会失眠头疼，说晕就晕吗？你也知道王爷有伤在身，就不能温柔一些，非要强上吗？就是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月。你们再多逼逼一个字，我先送他见阎王，再送你们陪葬。他保证，这些嘴欠的乌鸦精，要是再多说一个字，他就送叶王府上上下下所有的人，包括院子里那条狗，一起上西天。叶王中的什么毒？云南月不明白，叶君爵身体里的余毒很是奇怪，总觉得似曾相识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。念相思，5年前云家嫡女在新婚夜给王爷下的毒，虽然大半的毒都戒了，但还是有余毒在身，每每发作起来头疼欲裂，无法入眠，还伴有昏厥的现象。以往余毒发作之前吃上一些药丸便可止损，可是自从云南月出现，这王爷就很少吃药，以至于今日再一次毒发。念相思，重复地念着毒药的名字，云南月总算在记忆的角落中想起了当日原主成婚前的一幕幕。渣爹和渣妹给他下的毒便是这念相思，名字好听，却是一种极其阴毒的毒药。3日之后将枕巾送到陆府，顺便拿药，可彻底解了叶君爵的念相思之毒。叶君爵已无大碍，休养些时日就会醒过来。至于别的，他也没有必要和此人再有任何的牵连。大理寺门外，2辆马车相向而停，陆泽谦俯首行礼。见过叶王殿下。叶王留步，陆某有事想和王爷谈一谈，事关南岳。何事？听到南岳2字，叶君爵脚步一顿，等着陆泽谦说出下文。一旁的贺东满眼的不耐烦，他盯着陆泽谦，这些个读书人就喜欢咬文嚼字，有啥话不能1句2句直接说完吗？王爷醒来没多久，就听到云南月被抓的消息，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直接杀来大理寺。你个心急小三男，有话就说，有病快放，别他娘耽误王爷和小寡妇见面，我还想看后续剧情呢。王爷应该清楚，自从踏入京都后，南岳一直都在刻意隐瞒着什么。陆泽谦更是上前一步。陆某也知晓南岳的身份，但5年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王爷也同样隐瞒，怕是担心南岳和孩子们会离开京都。南岳就是5年前被叶君爵送到18楼狱的叶王妃。5年之后，云南岳带着3宝离开18楼狱，因缘际会之下遇见了他，又回到了都城。叶君爵也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才没有戳破2人之间薄弱的面纱。正好，这也是他想要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既然王爷担心南岳带着孩子离去，陆某有一法子可暂且留住南岳。当然，陆某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。陆泽谦明白，等到身体里的余毒消了，云南岳必定会走，所以他要和叶君爵合作一次，将人先留下再说。本王妻子是走是留，与你何干？冰冷磁性的声音落下，叶君爵不再看他，转身踏入了大理寺。是啊，即便他不想承认，可是云南岳是叶君爵的妻子，3个孩子是叶君爵的孩子，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宽袍下，陆泽谦紧握着双拳，缓缓出了一口浊气。但是片刻之后，当陆泽谦再一次抬起头时，温润的眼眸重新附上笑颜。就算南岳是叶王妃，那又如何呀？5年的时间会让许多的事情发生改变，他不会放弃。大理寺天牢大门敞开，被释放的云南岳迈着欢快的小步子，迎接着出狱后的新生活。虽然他入狱还不到2个时辰，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看清眼前是谁，玉手一挥，啪，搭在那男人肩上。健儿，就知道你会来救爹，为父甚是感动啊。本王的父皇仙逝多年，而且本王也不是你口中的陆泽谦。多么熟悉的声音回荡在耳边呐！云南岳脑袋一歪，哎呀呵，调整了一下被阳光致盲的视线。叶君爵一张脸清晰地出现在他面前。叶个毛线呐，叶不出个所以然。这个王爷不是中毒昏迷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本王听闻南岳受了委屈，便忍着伤痛的身体来救人，没想到南岳竟然将本王误认为了他人。叶君爵笑着，但是呢，又不是完全在笑，深邃的眼眸中的神情，让云南岳后背发毛。
我操，这个王爷是怎么知道我在大理寺的？这天杀的！哎呀，我要怎么逃啊？等等，为啥我要逃啊？我又没做错什么，逃个屁我！只是抬头之际，云南月一眼就看到叶君珏唇角的伤痕，这让某女人眼前再一次浮现出十分不友好的画面。很疼，南月下次轻一些可好？我靠，你疼啥啊？你哪里疼啊？你他妈掀开面纱啃老娘，老娘都没告你性骚扰，全都被狗啃了一口，现在你他妈一脸无辜样喊疼？叶君珏，你丧良心吗你？搞得好像我把你怎样怎样了似的。南月，此时温柔谦和的声音响起，满眼的关切。放心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那些人犯的罪有应得，南月不会因此事再受牵连。陆泽谦故意没有看叶君珏，在说了一通关心的话之后，这才转过身，发现站在原地面色阴沉的男人。叶王殿下，陆某见过叶王，想必王爷也是为了南月的事情而来。陆某待南月，多谢王爷关心。你有何资格代替南月谢过本王？叶君珏低垂着眼睛，像是看死人一样，看向胆敢挑衅他的陆泽谦。而陆泽谦始终温柔地笑着，态度不卑不亢。回叶王，南月是陆某的医师，也是陆家的上宾，身负重伤的王爷专门为了南月赶来大理寺，陆某自然是要谢过的。时间不早了，陆某和南月也要回家，家中还有3个孩子等着南月，等改日陆某定会登门感谢王爷的恩情。话音落下，陆泽谦转身，南月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小心心还嚷嚷着要我买糖葫芦回去呢，走，赶紧回去。也不管叶君珏面色多么阴沉，总算是找到借口的云南月跟在陆泽谦的身后，大步离开大理寺监牢。南月，你还欠下本王12个。我知道，你闭嘴成吗？问还未出口呢，这大步流星离去的云南月，瞬间回身，3步并作2步窜到他身边，踮着脚尖，挥伸出手，紧紧捂住狗王爷的嘴。虽不及某女人的芬芳甜美，却也是专属于他的味道。舌尖儿轻轻舔着云南月的掌心，某王爷眸中褪去寒冷，取而代之的是暧昧不明的邪魅。哎呀，你个死变态！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回了。来了，马上来。云南月试探性的放下手，凤眸盯着他，确认他不会胡扯，这才1步3回头往那边走。明日本王还要吃饺子，3鲜馅的饺子。身边响起叶君珏的声音，还特意告诉云南月，他要吃的馅儿是3鲜的，不是单纯的肉丸子。已经离去的云南月没有看到叶君珏眼底意味深长的笑。王爷，陆家的小三儿又来做啥？怎么哪儿都有陆家小三儿啊？明明知道小寡妇是王爷的妻子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插嘴，一点难得都没有，鄙视！哎，不提他了，先和王爷说说刚发现的事儿。王爷，您是猜不到云南月把大理寺监牢祸害成啥样。他随机采访了一名狱卒，狱卒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向他完完整整详详细细说了一遍。好家伙，当听到云南月把严防死守的大理寺监牢当成家，以及干的那些缺德事儿，他差点没笑喷了。临了，云南月还来了一句自己无聊。王爷，你就说说这女人都损到什么程度了？事情办得如何？低沉磁性的声音响起，声音中夹杂着些许期待。看来某王爷心情不错呀。还在走神的贺东被拉回现实，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王爷说的这件事儿到底是哪件事儿。回王爷，卑职已经处理好，陆泽谦是不会打扰您和云南月私会幽会的雅兴的。是夜，3楼雅间，那是看戏绝佳的位置。云岩、云叶两人下棋对弈，云南月和云星辰母女一边吃着送来的免费小零食，一边看着戏台上的演出。大宝、二宝，你们也来看看，正精彩着呢。云南月招呼俩儿子也来看戏放松放松，要不然一天到晚不是看书就是练剑，终究15岁的孩子得有孩子的生活不是？娘亲和妹妹看戏就好，儿子不喜欢看男男女女之间俗套的爱情故事，儿子也是。而看戏的3宝云星辰却是让台上演员感动的是稀里哗啦。娘亲亲，他们好可怜呀！明明那么想成为一家人，天上的坏蛋神仙却要将2个人分开，每年才能见1次。哎呀，不哭啊！瞧把我们小宝感动的，哎呀，这么俗套的剧情，还有这么多的上座率，那要是让他操刀，保证这票价
成几何的倍数增长，到时候这钱儿，不就蹭蹭蹭飞进腰包了吗？秦玉楼的大厅，云南月和徐老板说着自己剧本的雏形。咱们剧本这事儿就敲定了，你写多少，老夫收多少。离开青玉楼的母女二人在大街上闲逛，这一趟过来，虽然没见着玉三郎，可这写剧本的事儿，那算是尘埃落定了。娘亲亲，小星星停下脚步，抬起头，满眼星辰地看着云南月，小肥手指着不远处卖糖葫芦的位置，口水是哗啦啦。人家想吃糖葫芦。好吧，但是只准吃一根，不许多吃。母女二人坐在不远处的台阶上休息，看着女儿幸福的小表情，当娘的自然开心了。王儿，你知道从前有3只小猪也爱吃糖葫芦吗？这最终吃的呀是又胖又圆。大灰狼就把这3只小猪抓了回去，一个炖酸菜，一个做红烧肉，还有一个烤来吃。听到3只小猪可怜的下场，林星辰快哭了，眼底泛着泪花。小猪猪那么可爱，大灰狼为什么要吃小猪猪呀？因为小猪爱吃糖葫芦呀，小星星也爱吃糖葫芦。那小星星像小猪猪那么胖的时候，会不会也被大灰狼抓回去啊？不是云南月要吓小星星，是自家女儿太可爱了，某女人忍不住恶趣味。若是云岩云叶兄弟俩在场，定会无奈叹气，并义正言辞地教育云南月不要欺负妹妹。哼，人家才不是什么小猪猪，人家是超级无敌可爱小仙女儿，娘亲亲就知道欺负人家。哎呀，我们家的宝宝好可爱呀！娘亲真是太喜欢了。台阶上，云南月逗着女儿，画面好不温馨。对面客栈2楼的雅间，将一切看在眼底的叶君爵亦是跟着笑起了。而此时屋内，叶北国10几名官员正站起身，举着杯子要敬酒，可是叶王全程看着窗外，把他们当成死人不予理会。他们也实在是没有辙了，不知江南水患的事儿要如何处理，才冒险壮着胆子寻求叶王的帮助。王爷，有官员试探性的开口叫着王爷，谁知叶君爵忽然间站起身来，从阳台咻跳下去，径直向着对面台阶上的母女走了过去。单叔叔，云星辰看到叶君爵时，手里的糖葫芦都不顾再咬一口，满心欢喜起身跑过去。又见面了，小家伙。是呀，帅叔叔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帅叔叔，你吃不吃糖葫芦？娘亲亲给我买的糖葫芦超甜的。小星星，回来。哎，看到女儿和叶君爵这般自来熟，某女人直皱眉。别人什么没有吃过，不喜欢吃糖葫芦。叶君爵听到自己成了云南月口中的别人，好看的剑眉微微挑起。昨日他们才激烈的拥吻，晚上又在一起抱过，怎么今儿就成了别人了？南月，你倒是薄凉了。既然是小星星的好意，我又怎能拒绝啊？叶君爵蹲下身，一口咬下一颗裹着糖浆的草莓，咀嚼着。很甜。女儿亲手喂的，更甜。吃吧，超级甜。莫名得意的小家伙灿烂地笑着，每次看到本王叔叔就觉得好喜欢好喜欢，就像和爹爹在一起一样喜欢。叔叔中午记得去听雪楼吃饭饭呀，我娘今天中午做炸鸡和火锅串串。小家伙还不忘请叶君爵吃饭这事儿，云南月眼角一抽，几步上前，当着叶君爵的面扛起了云星辰。童言无忌，别放在心上，你自己慢慢玩，我们告辞了。在女儿面前，云南月连王爷2个字都没叫。总之啊，能撇清关系就撇清关系。叔叔记得来吃饭。吃什么饭吃饭？老娘又不会做饭。娘亲亲可是天下第一厨神，厨艺超级棒的。闭上你的小狗牙！再说就没收糖葫芦了。糖葫芦是无辜的，娘亲亲为什么要没收糖葫芦？台阶旁，还没说上2句话的叶君爵看着远去的妻女，表情多少有些不悦。某王爷不是恼恨云南月隐瞒身份，不让他和女儿相认，也不是不悦某女人不想让他去听雪楼吃饭，而是恼怒他片刻之后要进宫的事儿。若是因此错过了一家团聚的机会，那……王爷，圣上有旨，请你速速进宫。贺东当然看得出王爷眼底的神情，但饭什么时候都能吃，皇上那边急召，而且事关江南水患和边关的战事啊。告诉叶天辰，本王身体抱恙，告假10日。王爷。陆家听雪楼，云星辰蹲在门前等着盼着叶君爵出现，
可是午饭都吃完了，还是不见人影。娘亲亲，帅叔叔怎么还不来呀？他都想好了怎么和大哥哥、二哥哥介绍叔叔，可是为什么不见叔叔的影子呢？宝儿，别什么人都往家里邀请，你又不知道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。见女儿切切期盼的小眼神，云南月原想说叶君爵是世界上最大的坏蛋，杀烧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可是开口的话还是换成了别的。与此同时，皇宫御书房，皇帝叶天辰高坐在龙椅上，叶君爵坐在下手第一位的太师椅上，这大殿的中央则跪着10几名官员，谁都不敢开口。这件事情全权交由九皇叔处置。叶天辰将江南水患官员贪赃赈灾款的事儿交给叶君爵处理。听到这话，10几名官员是长长的舒了口气呀。哎呦，中午才请叶王吃了饭，这叶君爵呢，心情看起来也不错，这应该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可殊不知此时此刻叶君爵的心情那是糟糕到了极点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某王爷没能赴女儿的约。拉出午门斩首，没收贪赃枉法官员全部财产，族内无论男女，流放极寒之地做苦役。王爷，怎么先前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拉出去！饶命啊，王爷！我是官在想官命的，王爷，我想问这次吧，饶命啊！任由官员们如何喊救命，说自己无辜，也阻止不了他们被砍头的命运。御书房清静了，龙椅上的叶天辰悄悄瞄了一眼叶君爵，仿佛看到源源不断的阴沉黑气从九皇叔的身上往外迸发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九皇叔，朕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，关于何将军嫡女何嫣然的事儿。叶君爵目光转过来，一股阴沉之气袭来，仿佛在警告着某皇帝，要再说赐婚的事儿，他就要刀他了。您先别着急生气，先听朕把话说完。圣上，您先喝口茶压压惊。一旁的李公公很是心疼。是，不可否认，当初皇宫发生政变，那是九皇叔一个人厮杀出一条血路，以一敌百，护着圣上突出重围。也是在九皇叔的扶持之下，圣上登上这皇位的。可是圣上已经长大了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他是要面子的吗？您不能一不高兴就恐吓皇上噻。李公公，你去准备几个小菜，朕要和九皇叔边吃边聊。不需要，直接说，本王还有重要的事情去做。叶君爵心中惦记着女儿的邀约，即便是过了时间，他也是要去赴约的。龙椅上，叶天辰长长叹了口气，开口就认错。上2次我是担心云南乐对皇叔另有企图，想要报复皇叔，所以才会派去黑云旗，是朕不对。尽管解释了一次，叶天辰还是觉得有必要再着重解释一下自己的初衷。再说了，他又不会真的杀了云南月，那是皇叔心尖上的宝贝。说重点。眉眼微挑，叶君爵不想听某皇帝废话。是这样，过几日便是皇宫秋季狩猎大会，皇叔可以邀请云南月一起参加，届时朕将功补过，给皇叔和皇婶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。计划一般般，可是叶天辰那句皇婶儿，哎呦，让某王爷脸色缓和了不少。简单应了一句，叶君爵便起身离开了御书房。已经到了下午，听雪楼只有云南月一个人。三小宝睡醒之后，陆泽谦提议带着母子4人去游湖，云南月婉拒同行，他要在计划日内把解药调配好，这样也能放心的离开。搞定。药调制好了，陆泽谦和三小宝还没回来，某女人就想趁着这个时间写剧本子，毕竟这徐老板给的价钱很高的。文思如泉涌，云南月提起笔，写下了书名，书名号《霸道王爷爱上我之后宅珍珠传》，书名号括回来。全神贯注写霸道王爷的云南月已经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，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叶君爵就站在他身边呢。你无情无义，你无理取闹，不是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理取闹。我再怎么无情，再怎么无义，再怎么无理取闹，也没有你无情，没有你无义，没有你无理取闹。我怎么无情，怎么无义，怎么无理取闹？倒是你先无情无义，无理取闹。本王一直以为南月是个爱憎分明的女子，不曾想到南月也喜欢这般柔情似水的爱恋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畅游在玛丽苏剧情中的云南月回头去看，哎呀，又瘦了，怎么是他呀？多么俊俏的一张脸，
连神明都会偏爱。多么磁性低沉的声音，听了耳膜都会怀孕。多么社死的瞬间，他真想杀了叶君爵，抛尸乱葬岗呢。南越为何这般看着本王？叶君爵明知不问，低着头看着要将自己碎尸万段的女子，深邃清冷的眉眼舒展着一抹笑。这个字错了，应当这么写，本王来教你。俯身弯下腰，叶君爵扶着云南月的手，牵着他手中的毛笔，将错别字改成正确的。叶君爵，你喜欢什么样的棺材？云南月决定了，今天他绝不能让叶君爵活着走出听雪楼的大门，绝不。无论什么样的棺材，只要能和南越生同床死同穴，便是本王心之所喜。依旧俯身弯腰，且手中握着云南月手的叶君爵笑着，眉眼间笑容是那么的真切。咻，风吹过，树叶沙沙响，天地间二人眼底映着彼此，男人说着世间最动听的情话，气氛是那么的微妙。可是下一秒，砰的一声，云南月一击头锤，以自己的脑门狠狠地撞在叶君爵的脑门上。蹲在听雪楼墙头上看戏的贺东紧紧的皱眉，我的天，他都能听得见两个脑壳撞在一起的声音。这娘们太狠了，还王爷不就是看他写剧本吗？有什么可尴尬的？哎呦，可怜我们家王爷的脑壳啊！你和我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听雪楼。云南月不知道叶君爵看到了哪里，是不是已经看到他正在写的强吻的剧情？本王只看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剧情，相信本王。叶君爵辩解，眼见着云南月又一击头锤袭来，某王爷抬起手轻抚着某女人的前额，阻止他自杀式的进攻。不信的话，南越可以问贺东。叶君爵一记眼神杀，蹲在墙头看戏的贺东是连连点头。师弟，王爷和我刚刚踏入听雪楼，就看到你在写什么东西。王爷刚刚拿起一张纸，你就回头给了王爷一头锤。贺东不走心的替王爷做着伪证，也就小寡妇吧，这要是换成别人，王爷早把他头给拧下来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你来做什么？赴约小星星的约，来听雪楼吃饭。松开手。云南月这才发现自己又一次被叶君爵揽在怀中，一手捂着他脑袋，而且两人之间几乎是贴在一起的。本王怕你在做傻事。放开你的手。好，本王松手。叶君爵松开了手，可也没有完全松开，而是将捂着云南月额头的手下移到某女人后背腰部以下的位置。叶君爵，你今天是真不打算离开听雪楼了？好，我送你一程。本王若说是不小心的，南越可信？信你大爷！就这样，来时还风姿卓然的叶北国九皇叔，此时一双眼眶青肿了起来，额头红了一片。这熊猫眼呢，是让云南月拿拳头捶的；脑袋上的红呢，是让云南月用头锤撞出来的。当然，初中课本上咱们都学过啊，这力的作用呢是相互敌，所以某女人的额头也是红的不正常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俩人买了情侣款红抹额飘带呢。听雪楼的院落里，坐在石椅上的云南月端着肩膀，一脸看大冤种表情似的看着吃着炸鸡的叶君爵，将一包药扔到他面前。念相思的解药。蹲在墙头流着哈喇子的贺东听到念相思的解药，神情一愣。解药？真的假的？还以为小寡妇只是说说而已。倒是叶君爵，他并不在意所谓的解药不解药，他正全神贯注吃着女儿特地留给他的炸鸡，心中除了懊恼自责没有准时赴约，就是满满的温暖和感动。诊金加上药钱，一共是78200两白银，4舍5入凑个整，再给您也抹个零，就算王爷8万两白银好了。云南月不知从何处拿出的算盘，噼里啪啦一通神操作，最后得出一个8万两的数字。贺东惊的呀，直拍手叫好，惊呼云南月凑整的方式神乎其神呐！哟呵，别人抹个零是往少了吗？您倒好，不去做山贼土匪，真是白瞎了您这个大财呀！本王给你80万两。不需要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只要我的8万两诊金。无事献殷勤，非那啥即那啥。银货2切，从此以后我走我的阳关道，您走您的奈何桥，我与王爷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。南越先听本王说完，再决定拒绝与否。王爷不用说，我拒绝。还有，您已经吃完了一整只炸鸡了，可以走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怕是陆泽谦要带着3个宝宝回来了。女儿不知道叶君爵真实身份不要紧，可是绝对不能让云岩和云烨和叶君爵相见。
儿子这么聪明，一定会从蛛丝马迹中追查到叶君爵就是他们亲生父亲。那到那时，哦呦，不敢想不敢想。说来巧了，上苍似乎听到云南月心中的担忧，偏要安排戏剧性的一幕。今日真是多谢陆叔了，这本书是我一直想找的。妍儿喜欢就好。糟糕，回来了！从正门走已是来不及了。云南月一把揪住叶君爵的衣服领子，那是连拖带转到了听雪楼后院的墙边。从这里走。不走，今日本王是来赴约的。孟王爷腰杆挺直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低垂着眼眸看着面色焦急的云南月，欣赏他慌乱的小表情，又心生不悦。不悦是因为他赶他走，阻止父女父子相见。除非你答应本王的要求，亲本王一下。叶君爵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那好，本王不走了。你拽着叶君爵衣服领子的手向下一拉，云南月一口亲上去，吧唧一口，那就跟蜻蜓点水似的。隔着面纱，云南月亲在了叶君爵的脸蛋上。可以走了吗？娘亲亲，娘亲亲，娘亲亲，我们回来了。娘亲亲，啊，娘亲亲人呢？2日之后，本王来接你。话说完，叶君爵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。看着眼前那双欲要将他碎尸万段的凤眸，俯身上前，隔着面纱擒住了云南月的唇角。娘亲亲，你在哪里啊？小可爱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了。林星辰的声音越来越近了，云南月双手使劲地推开叶君爵，可是问着他的混蛋越来越过分。娘亲亲，一道浅蓝色小小的身影跑向云南月，并未注意到一闪而过玄色的身影。娘亲亲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一只很大的臭老鼠。很大的臭老鼠有多大呀？和你留炸鸡的那个叔叔一样大，一样让人讨厌。云南月知道叶君爵一定在墙对面偷听，更是大声地骂他是臭老鼠。是夜，三宝洗漱后睡了，云南月将一个白色的瓷瓶交给陆泽谦。喝了它，你身体里的毒便可以完全解了，武功也会慢慢恢复。解毒的过程会持续1个时辰，而且这1个时辰里你会疼，很疼，但没有别的法子，只能忍着。南月，你会陪在我身边吗？一语双问，直视着云南月的眼睛，想要一个答案。当然，我是你的医师，自然要时时关注你的状况。听到答案，陆泽谦眼底的光芒淡了些许，随手拧开瓷瓶的红色盖子，仰头将苦涩的药汁尽数地倒入喉咙。南月，你可知我心悦你？我知道。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，好吗？疼痛让陆泽谦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梦境中还是现实里。陆泽谦，你是山间的白雪，而我则是深渊中的恶鬼。你我之间可失可有可敌，微不可轻。此时另一边的叶王府，贺东将解药端上去。王爷，喝药吧，喝了药您身体里的念相思余毒就可以解开了。自此之后就再也不会头疼、失眠、昏倒，更不会被小寡妇迷了心智，重新踏入正常人的生活。解药嘛。他端着药碗，竟是将药汁洒在了窗前的盆栽里。本王不需要解毒。王爷，您只要解了念相思，便不会。贺东壮着胆子想要上前阻止，却被叶君爵一个眼神喝退，单膝跪地。明日去陆府告诉他，就说本王喝了药，身子不适。是。为何王爷要将解药扔掉？某侍卫眼底是满满的不解，深邃的眸子浮现出听雪楼一幕一幕，回味着脸颊和唇角专属于云南月的气息，蓦地一抹弧度勾勒在唇畔。叶君爵很清楚，他真真正正的解药并不是一碗苦涩的药汁，而是云南月本人。云南月，你还欠本王10个吻。此时陆府的门前，贺东和周岩执行完任务，顺便来陆府告知云南月去叶王府为王爷检查身体。干啥？别以为你们是……周岩原本是想说呀，别以为你们是小王爷就能取我们的狗命，好在这话到了嘴边，及时收了回去。你们2个还想打架不成？这一次杯，我可不会输的哟。这时云烨小手一挥，呼！贺东和周岩还以为小王爷要拔剑揍他们，本能的身子一缩，打人不打脸。云烨像看傻子看着他俩，从怀中拿出一封信丢了过去。4日之后，东郊桃花林，我兄妹3人与叶君爵再战，
届时不见不散。啊！回过神的贺东看着怀中这封信，原来是战书啊！不是，啥意思呀？合着上次没打过瘾呐，刀自己亲爹，刀上瘾了。云岩公子，这样不好吧？我们家王爷很忙的。云烨手中的木剑出鞘，抵在贺东面前。行，我们回去禀报。谁让你们是咱们王府的祖宗呢？云南月阴沉着脸走出来，他非常反感叶王府的人和孩子们接触，任何一个人都讨厌。娘亲早去早回，儿子先回听雪楼了。叶君爵死了？小寡妇，你能祝王爷点好吗？还不是吃了你的解药，现在人都躺床上了。贺东扯着谎，丑话说在前头，但凡我们王爷有个病有个灾的，我们叶王府上上下下全体老少爷们都和你没完。不屠的陆府鸡犬不宁，刚下的鸡蛋不给他摇散黄了，我们都不是爹。我去！贺东是叭，不等他叭完，云南月纵身一跃，一个回旋踢，嘿，将人踢下马车，去叶王府。好嘞，您坐稳。为了防止自己也被踹下去，那周岩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呀，拽着马咯哒就出发去了叶王府。书房中正在看折子的叶君爵听到侍卫刻意的提醒，前一秒还能倒拔垂杨柳的某王爷，下一秒咕噜咚成了林黛玉。南月，闭嘴！那云南月都不想听他说话。伸手。还疼吗？本王的头还疼着，眼睛也疼着。今日上朝还有人取笑本王呢。叶君爵指着自己的额头和眼睛，那话说的是委委屈屈。云南月将抚在自己额上的手拽下来，依旧不理会某王爷逼逼赖赖给他诊脉。奇怪，脉象时而正常，时而异常，与解毒之前一样。叶君爵，你没吃解药？秀眉一蹙，他敢断定这厮绝对没有服药。是没有啊，因为昨日河东熬药的时候不小心将药打翻了。你猜我信吗？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也是巧了，被某女人踹下马车的贺东回到了叶王府，这刚走到书房门前，就听到王爷把这锅咻扔到他头上。哎呀，贺东很疲惫啊。昨儿卑职不小心打翻了药碗，怕王爷责罚，也怕南岳夫人生气，这才去了陆府扯个谎，说王爷服了药，身体抱恙。打翻了南岳亲自为本王调配的药，你可知罪？自领30军棍。是，卑职甘愿受罚。贺东看了周岩和吴涛一眼，做戏做全套啊。东哥，真打30军棍啊？你会没命的。你脑子里是不是缺根弦儿啊？那贺东像看二傻子看着他。啊？那打还是不打？你敢打一下，老子把你脑袋插粪坑里去。书房内，云南月的双手环抱着肩，居高临下看着某王爷。王爷既然这么喜欢演戏，不如去青玉楼报个名，不出1年，以您睁眼说瞎话的演技，一定能混个头牌。本王是真的病了，相思病。被发现装病的叶君爵一边狡辩着，一边从贵妃榻上爬起来，半敞着衣襟是松松垮垮挂在肩上。这时一阵不合时宜的风呼吹了进来，某王爷肩膀上挂着那层白布掉下来了。流氓！没想到本王在南岳眼中竟是流氓，那本王若不流氓一些，岂不让南岳失望了？叶君爵上前一步，双手更是将镣铐紧紧地将他手攥在掌心。这样喜欢吗？松开，我想吐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昨天晚上吃多了没盖被子，还是吃错了什么，又或者是被突然窜出来的气意刺激到生理性反胃。喝些水漱漱口，怎么会难受想吐了？几乎将胃里的酸水都吐光了，他这才回过头来，盯着叶君爵的目光满满都是怨念。你还好意思说这话？好，本王不说话便是。趴在墙头看戏的贺东等人看到这一幕，眉头挑得高高的。东哥，我听说一般只有女人家害喜的时候才会吐得这么厉害。周岩他虽然是缺根筋哦，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能抓住重点的。贺东也是这么想的。难道说青云寺那一次小寡妇睡了王爷后又怀上了？不愧是王爷呀，一发入魂生了3个，这一次怕又是个3胞胎吧。云南月吐得难受啊，他哪有心情搭理贺东这几个人，脑子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呀？躺一会儿吧，困了便睡一觉，本王守在你身边。云南月也没有力气和他吵，莫名的困意袭来，闭上眼睛睡了过去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
5年来睡梦中的大多数噩梦睡得并不安稳，但是这一梦却是鸟语花香。你们有娘亲亲一个人就好，若是知道了他们是你们爹爹，那个人就会把你们抢走。娘亲亲一个人会好孤单，好孤单。这便是你一直不肯让本王与孩子们相见的原因吗？叶君觉知道，当年他做的事儿伤到了云南月，更是在他心中立下了一个恶魔的影子。南月，给本王一次机会，本王会好好的待你和孩子。看着眼前熟睡的面庞，叶君觉轻身上前，想要亲吻他的唇角，可谁知迎来的是梆梆两拳。南月，下次别打眼睛。好啊，下次我直接废了九皇叔的小九皇叔。胃疼吗？先躺下，等上片刻，本王去给你熬粥。为了消除两人之间的鸿沟，某王爷决定给孩子他娘做一碗爱心米粥，从最简单的小事做起嘛，渐渐的感动他噻。在准点2刻钟时，贺东顶着一脑袋鸡窝头看着云南月，那眼神是一点新仇旧恨的怨念都没有啊，有的只是祈求救世主救人于水火。小寡妇，求你了，如今能制止王爷的人只有你了。啥？叶王府厨房，还未踏入厨房的范围，就看到这浓浓的黑烟像是恶龙咆哮直冲天际，耳边更是响起了一阵阵不可名状的嘈杂声。此时自那黑烟之中，一道顶天立地的人影信步而来，伟岸又从容。他赤着健硕的上身，有着完美的胸肌腹肌马甲线人鱼线，他俊美到神明都妒忌的脸上噙着温柔且自信的笑，他端着一只碗。本王给你熬了白米粥，来，趁热尝尝看。这目光在叶君觉和他手中的玉碗之间扫过来扫过去，扫过来扫过去。哎呀，九皇叔，我猜你主业是王爷，副业应该是个老练的炼丹术士吧？白米粥，一颗颗黑亮分明的米粒儿冒着炭红的火光，这风一呼，火星子那从碗底是直往上冒啊。南月，这是本王第一次熬粥，你不吃本王会伤心的。王爷上去吧，我不想死。南月，就尝一口。我不。任凭叶君觉如何好话说尽，云南月也绝对不会吃上一口这毒药的。一旁或是顶着鸡窝头的贺东，或是如昆仑奴的周岩，叶王府侍卫们靠在墙根儿，那是搭着肩膀看好戏啊。东哥，你觉不觉得王爷和小寡妇之间的感觉没有之前那么剑拔弩张了？周岩开口，必是精品。叶君觉，你记住啊，这是世间最后一瓶解念相思的解药，容不得某人再次手抖。云南月将一瓶药，塞到叶君觉的手里。放心，本王定会妥妥当当的保管。可这收下不代表会喝呀，念相思的解药只有一个，就是云南月。作为叶北国的九皇叔，他征战沙场从无败绩，唯有遇到他。南月，本王想吃你包的3鲜馅饺子。厨房没了，敢问王爷我要怎么包饺子煮饺子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及3鲜馅儿，堂堂叶北国的叶王是没吃过好东西吗？九皇叔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说，本王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王爷和星辰在什么地方认识的？青玉楼。南月为什么问这个？叶君觉明知故问，且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当真？本王骗你做什么？南月的女儿甚是可爱，本王见第一面便喜欢得很，不如认小家伙做干女儿可好？先从干爹慢慢叫起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再告诉女儿，女儿啊，我是你爸。大可不必，我们家闺女没有这个福分。一听叶君觉要认小星星做干女儿，云南月给了某王爷一个做你春秋大梦的眼神。你送我回陆府。蠢啊，这么久还不认路，你是路痴还是白痴啊？贺东本想在心里吐槽，可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后果是可想而知。在被云南月暴揍了一顿之后，一瘸一拐的某鸡窝头侍卫跟在身后向着叶王府的大门走了过去。这说来也是真巧了，云南月刚刚走到叶王府的正门处，迎面而来的叶天辰也进入了叶王府，两个人又一次相遇。有了上一次的教训，某皇帝本能地向一旁闪开半步，扭过头看了贴在门上的男人一眼，凤眸中的神色就像在看一个二傻子。有病啊！不理会叶天辰姓甚名谁是干什么的，
云南月上了马车，被揍成猪头的贺东是驾着马车咯哒咯哒咯哒离开了叶王府。正门处，像个壁虎一样趴在门上的叶天辰看了一眼消失的方向，回过头看向叶君爵。九皇叔，他妈真有病！上次被打，这次被骂，他是叶北国万人之上的君主，竟然连续被同一个女人给羞辱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婶婶教训侄子，无碍。双手负在身后，赤着上身的叶君爵又一次恢复到平日里冷漠淡然的厌世脸。此时东郊桃林的深处，云岩、云叶和云星辰站在3个特定的位置上，兄妹3人配合的是恰到好处啊！若这树干是活人，那就是不死，下场也极其的惨不忍睹。站在暗处负责保护3小只的陆家侍卫吞着口水，我的个乖乖！渣男爹爹，4日之后东郊桃林，不是我死就是你活。妹妹说反了。渣男爹爹，4日之后咱们同归于尽，玉石俱焚。哥，要不你还是辅导一下妹妹的文化知识吧，为兄也正有此意。是夜，孩子们都睡下了，一道身影轻车熟路地摸进房间。本王叔叔。原本睡着了的云星辰察觉到熟悉的气息，睁开眼睛就看到叶君爵。打扰到小可爱睡觉了。叶君爵宠爱地看着女儿，怎么都看不够。你娘亲呢？娘亲亲应该和二爹爹在一起吧。小星星没有察觉到自己说完这话的时候，某王爷眼底阴郁的神色异常的冰冷。要不是小家伙再一次开口解释原因，怕是叶君爵现在就要灭了陆泽谦。二爹爹说要清算一下娘亲亲给二爹爹治病的枕巾，本王叔叔怎么来啦？想你们了，本王刚刚忙完手上的事情，便马不停蹄的来看你们了。什么叫变脸呢？这就是啊。前一秒还因为听到陆泽谦和云南月在一起，一句话面色阴沉，想要杀人，后一秒得知是为了枕巾的事儿，叶君爵眼底的冰冷咻化开了。那本王叔叔差一丢丢就见不到我们了。今天娘亲亲本来是想带我们离开呢。说到这儿，云星辰悄悄地凑上前去，明明只有2个人，却还是小声地告诉叶君爵他们做的坏事儿。要不是二哥哥故意吃了辣椒，胃疼小肚肚难受，拖延了娘亲亲的脚步，本王叔叔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。云南月要离开？原本娘亲亲就不打算来叶北国，是为了给二弟弟治余毒才来的。云星辰巴拉巴拉巴拉说着前因后果，又说到他们兄妹3人为何要骗娘亲。3天之后东郊桃花林，我们和渣男弟弟约架了，本王叔叔要不要来看打架呀？3天之后东郊桃花林，我们和渣男弟弟约架了，本王叔叔要不要来看打架呀？我大哥哥和二哥哥都超级厉害的，他们一定能打得渣男弟弟屁滚尿流。对了，似乎想起什么，小手在叶君爵的脖子上翻找着什么。当找到蓝色星星吊坠的时候，肉嘟嘟的小脸长长的呼了口气，可瞬间又布满了疑问。我送给本王叔叔的吊坠为什么会在渣男弟弟身上呀？叶君爵一时间也懵了。当日本王叔叔被你渣男爹爹胁迫抢走了吊坠，后来本王叔叔又抢了回来。小星星放心，以后本王叔叔一定会好好保管你送的吊坠。我就说嘛，渣男爹爹那么讨厌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是本王叔叔呢？有那么一刹那，他误将渣男爹爹认成了本王叔叔。还好不是。小可爱，其实九皇叔人还不错，你若是多接触接触一定会喜欢上他的。九皇叔是谁？云星辰眨巴着大眼睛，他不认识九皇叔呀。九皇叔就是叶王叶君爵，你的渣男爹爹。渣男爹爹不是叶王吗？怎么又是九皇叔嘞？叶君爵觉得他非常有必要给女儿粗略的科普一下族谱了。你的父王是当今圣上的九皇叔，也是叶北国的叶王，叫九皇叔是对叶王的尊称，所以你父王既是九皇叔，又是人们口中的叶王殿下。小家伙一脸的明了，然后呢，发出了一句来自灵魂的拷问：那会影响到我们找渣男爹爹报仇吗？哎呀，面对女儿一本正经的小表情，叶君爵心中的委屈那是又加一分。想要打消女儿弑父的想法，任重而道远呐。父女俩聊着聊着，小家伙趴在床上不知何时睡了过去。为女儿掖好被子，叶君爵便转身离开房间。可是
刚走几步，就听到一阵轻巧的脚步声响起。莫名的，某王爷心底那是慌的一批呀。即便他专门是为了云南月过来的，可也像做贼似的乱了阵脚。察觉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某王爷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夜半3更，九皇叔擅闯听雪楼，不怕遭人非议吗？不怕。某王爷一亲，整个人像是没骨头靠在云南月的身上。本王一整天在宫中议事，滴水未进，好饿啊，想吃南月亲手下厨做的饭菜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还请九皇叔自重。哎呀，又是这熟悉的套路，熟悉的招数啊！您除了这招还会不会点别的啊？本王真的饿了，而且本王一天都心绪不宁，满脑子都是你的身影。埋在云南月的发间，贪婪地吸取着他身上独有的馨香。嘎吱，娘亲亲，我想嘘嘘。听到女儿的声音，不论是抱着云南月的叶君爵，还是被叶君爵抱着的云南月，俩人是电光火石，一个松手一个后退。来了，娘亲来了。哄睡了女儿之后，云南月也准备洗洗睡觉，可是刚开门，一道高大的身影就堵住了月光，堵住了门。南月，本王真的饿了。哎呀，云南月本以为叶君爵饿是开玩笑的，叶王府穷得揭不开锅了，至于吗？和吃冤家一样。本王还想吃炒饭。某女人看了看叶君爵，又看了看面前反射着月光的盘子，这王爷是饿死鬼投胎吗？南月，别说话。云南月将碗筷等证据全部送回厨房，以防自家大宝心中生疑。南月，本王明日去猎场，便不来接你了。等晚上的时候，本王再来吃你做的炒饭，双倍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一个字都听不到。无视叶君爵说的每一个字，可这王爷呢，就跟个膏药似的，吧唧粘在他身上。明日本王依旧半夜来听雪楼和你私会。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见云南月不搭理他，一把将某女人揽在怀中，俯身上前一记快如风的么么哒，就顺着面纱落下来。叶君爵，你个混打栽的！偷香成功，叶君爵的心情是大好。云南月，你还欠本王7个吻。陆家，二爹爹去参加秋季狩猎，娘亲亲去买药，咱们有多少自由活动的时间？按照娘亲平均迷路的时程来算，我们至少有2个时辰可随意调配。二弟，你可以吗？已经完全恢复的云烨点着脑袋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练习。听雪楼中，兄妹3人练习父慈子孝绝情阵。去往药铺买药的云南月看着眼前一片绿油油的山林，某云姓女子会心一笑，用好听的声音骂出了一句很好，又他娘的走错路了呢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，他一定会把你的门也堵死。哎，前世也好，今生也罢，这2世我都是个路痴啊，买点女性生理期间的药罢了。结果一路买到了城外，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云南月是个白痴呢。哎呀，来来啊，隐隐啊，我平日里也没少给你们佛界上香啊，可你俩也不办事儿啊。您2位可是佛教大拿，能不能唰唰唰一挥手，把我这个路痴的缺点给变没了呢？哎呦，求求你们了！不远处一队人马出现，为首骑马的男人在看清白衣女子是云南月时，立刻咯哒咯哒咯哒跑到他身边。南月，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云南月回过头。我操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聚在一起了？南月是来寻本王的吗？本王甚是感动。不，你不感动，一切的一切都要从我迷路开始说起。云南月用自己纯洁且善良的人品发誓，他是真的因为迷路倒了霉催的，才遇见了叶君爵。九皇叔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愿用单身一辈子来赌咒发誓。被叶君爵盯得后背发毛啊！云南月再一次着重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儿的原因。我出门买药，药铺被封了，于是我就在好心路人的指引下寻找另外一家药铺。可你也知道，我是个路痴，分不清楚东南西北。这走着走着，我就来到了山脚下，九皇叔你就出现了。身上都湿透了，若是染了风寒怎么办？众人面前，叶君爵解下身上的玄色蟒袍，披在云南月的身上。雨天路滑，以后若是想本王了，就让侍卫带个话啊，我没有啊，我是真的迷路了。哎呀，
这王爷的脑子塞了马桶拔子了吗？重要的字儿一个字儿听不进去吗？听的都是没有营养的吗？王爷的衣服不比我的干多少，还是自己穿着吧。民妇告退，准备离开，可谁知下一秒腰一紧，整个人悬在半空中。下雨山路难走，等一会儿本王送你回家。叶君爵揽着云南月的腰上了马，两人共乘一匹马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九皇叔松开，我自己能回去。乖，本王回去禀明圣上刺客的事情。你记不得路，若是再迷路了，该如何是好？驾！不给他下马的机会，叶君爵一手抱着他入怀，一手抓紧马的缰绳，咯哒咯哒咯哒向远方跑去。东哥，这算不算是缘分？孽缘，妥妥的孽缘。另一边，被迫和叶君爵同坐在一匹马上，咯哒咯哒咯哒的云南月肚子疼得特别的厉害。果然呢，这大姨妈提前加痛经和这狗王爷之间那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的。你松开手，放我下去成吗？我肚子疼得厉害。云南月是真的败给他，一路上怎么说这货都不撒手，他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快血崩了。崩了。本王给你揉揉就不疼了。叶君爵以为这是他借不下马的借口，可是伸出手，谁伤了你？简简单单的4个字啊，却在一瞬间迸发出无比阴寒的杀气，也有着明显可见的慌乱。别怕，有本王在，你绝对不会有事。本王带你去找御医。祖宗，咱别作了行吗？怎么着呀？还嫌他丢人丢得不够啊？想让他这丢人从民间上升到官方呗？他上辈子到底做了多少缺德事儿，这辈子遇见这么个玩意儿啊？叶君爵策马狂奔，铁了心要把他送到御医的面前。哎呦！云南月攥着拳头，棒棒就是2拳捶在他身上。我他妈的都说了出来买药，我是来了月氏，流血是因为月氏血崩了。叶君爵，你脑子里是不是缺根弦呢？你脑子不要扔了种土豆去。月氏，关心则乱呢。叶君爵这才注意到怀中的女子伤口流血的位置，有些不对。本王不知。本王。这叶君爵大手一挥，撕开身上的衣服，盖在云南月的腰部，遮住了一片血色。某王爷已经脱过一件衣服，现在又脱一件，这下这王爷光着身子了。叶君爵，你看上我哪儿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叶君爵低下头，对上云南月的凤眸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看到这一幕的众人是瞪圆了眼睛啊，一个个愣在原地，忘了自己要干什么，眼神直勾勾的看着拥吻的2人。不，准确的说是强吻。九皇叔强吻蒙面女侠，这要不要这么刺激？看什么？本王与王妃谈情说爱，你们有异议？人们纷纷低下头，不敢忤逆叶君爵，生怕这个疯批一个不高兴送他们下地狱。别要，本王知道错了，以后绝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吻你了，可好？南月，要吧，你出了气便是。狗逼叶君爵，老娘今天非要咬死你这个大人种不可！淋雨、痛经加上尴尬癌，云南月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叶王府了。换洗的衣服放在床边，浴桶里的水不烫了，红糖水在桌子上。陆泽谦已经回陆府，你不用担心3个孩子。洗完澡困了的话，便睡一觉，本王在门外守着你。南月，好些了吗？叶君爵的声音再一次响起。托九皇叔的福，暂且死不了。云南月的声音随着流水声传来，这叶君爵又怎么会听不出他话中的怒意呀？本王知道，南月心中定是在恼怒本王强吻了你。若是有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本王还会如此。别人犯错那是知错就改，某王爷犯错呢，是以史为荣，知错就改，改完再犯。九皇叔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只是3个孩子的母亲，我要的是平静平安的生活。你是高高在上的九皇叔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掌权者，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。有些话他已经说过，本以为叶君爵能听得懂人话，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在他面前，上演一出出霸道王爷爱上我的戏码。您是叶北国九皇叔，是人人都惧怕的叶王，真不必为了一时新鲜感取悦我，我受不起，我也不想和王爷您之间有任何干系。你认为本王是在与你取乐，只是随便玩玩而已？不然呢？九皇叔爱我什么？九皇叔倒是说说，你爱我什么？你是爱我忤逆你的新鲜感，还是爱我会下厨做饭，是个免费厨娘，亦或是其他的原因？我不是15、16岁天真烂漫的少女，
我说过，你我之间前尘也好，往事也罢，早就烟消云散，化作虚无。5年前的云南月已经死了，所谓的仇恨也随着原主的离去画上终结。她是来自21世纪的云南月，只是3个孩子的母亲。哼，前尘往事烟消云散，本王若说拒绝，南月又当如何呢？高大颀长的身影一步步上前，如泰山压顶。你是不是觉得本王奈何不了你？哼，本王若是采取强硬的手段胁迫你，你和3个孩子还会安稳地留在陆家吗？仗着本王对你的宠爱就可以肆无忌惮？还是说，这一切都是你若即若离，勾引本王上钩的手段？九皇叔，请问我为什么要勾引你啊？疯了吗？主动勾引他呀？他疯了，求神拜佛躲还来不及呢。没有勾引本王。磁性清冷的话语上挑。这一次，叶君觉撕掉了云南月蒙在脸上的面纱，没有任何的阻碍，霸道地吻着她，任由怀中的女人挣扎，任由口中被血腥味灌满，也不曾放手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叶君觉恋恋不舍，放开云南月的唇。从你回到叶北国的那一天起，本王就知道是你。你身上的味道缠绕本王5年之久，熟悉到让人疯狂。你听清楚了，从前本王有愧于你，本王会偿还，会弥补所犯下的一切。如今，本王真心的心悦于你。回来，回到本王身边。忽然间一阵剧痛，从脑海走向全身，念相思发作了。越是对云南月动情，就越要承受剧烈的疼痛，意识也变得浑浊不清。给本王一个解释的机会，也给本王一个偿还你们母子4人的机会。叶君觉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呀。不需要解释，因为我不是云南月。叶君觉昏了过去。不想你们王爷死，念相思的解药拿来。不多时，贺东拿着念相思的解药到了他身边，将解药递过去，动作一顿。云南月，王爷上次没有服了解药，很大原因是因为你和3个孩子。一旦服了念相思，毒可以解，但是解了念相思的毒，同时也会忘记和云南月有关的一切。我自小就跟在王爷身边，除了你之外，我从未见过王爷对任何一个女子如此用心。纣因得国，事情因我而起，便要因我而灭。这一切，非善因，也非善果，不如就此了结吧。你们也不希望叶王府有我这样的当家主母，所以等叶君觉醒来之后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也不用我提醒你们。转身离去之时，被贺东叫住了脚步。云南月，你当真没有对王爷动过心吗？王爷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事情。哎呀，这世人都说呀，王爷性情薄凉，可是在他看来，这个女人才是真真正正的冷情。她就不是个人，渣女，妥妥的大渣女。九皇说醒了之后，多喂一些温水，7天之内不能沾酒，会伤身。没有回答贺东的问题，云南月留下一句嘱咐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。动心？是啊，他承认自己也许对叶君觉动了心了。要不然一向冷静的自己，为何在遇到他的时候，总是被他3言2语挑拨的失去了冷静？明知道他有意无赖，却还是半夜做炒饭给他吃。这要是在21世纪的他，那早就一枪崩了他，送他下地狱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叶王府要办喜事了。喜事儿？也没听说九皇叔要娶谁家姑娘啊。时隔5年，九皇叔再度娶亲，这谁家姑娘这么倒霉，让他看上了？抱歉啊，刚才走神了。从小厮们的对话中回过神来，云南月歉意的一笑。昨日才服下了念相思的解药，不久后便要置办喜事儿，够速度啊！不愧是叶君觉。从青玉楼离开，就看到迎面过来的叶君觉。只见这宽阔的街道上，身着玄色蟒袍的叶君觉骑着高头骏马，咯哒咯哒咯哒。此时的叶君觉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，深邃的眼眸微微转过来，看到人群中的云南月，但也仅仅深一眼，并无过多的回应，就像和他从来不认识，直至远去，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陆家听雪楼。怎么了？凌城出了事情，陆家分支受重创，我得立即去凌城亲自处理。等我，无论你是走是留，等我从凌城回来之后再议。不给云南月开口反驳的机会，陆泽谦转身离开了听雪楼，消失在陆府的尽头。翌日，
桃花林决战之日。恼人的秋风吹过，一片片的花瓣落在眼前。决战之地，嗖嗖嗖，3道小小的身影闪现。来了来了来了！蹲在树上看戏的叶王府的一众侍卫看到出场的小王爷小郡主，哎呦，那2只眼睛是闪着光啊！九皇叔既然来赴战，必然是看了我们所写的战书。半眯着深邃的小眼睛，看着5米之外气场强大的男人。本王看了，如何？戴着面具的叶君爵同样看着面前3个想刀了他的儿女。看了也好，也省得我们解释什么了。他们3个回到京城的目的就是替娘亲报仇雪恨，今日一战，既分高下，也分生死。3宝站到了各自的位置上，他们已经练了好几日父慈子孝绝情阵，今日要将这渣爹斩于这正法之中。冲呀！打倒叶君爵这个渣男爹爹！慢着，凡是决战总要有输赢才是。本王输了随你们处置，本王若是赢了，你们只需答应本王3个条件即可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本王与你们拉勾勾。3宝没有想到，堂堂9皇叔武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举动。好，拉勾勾就拉勾勾。云星辰上前了，小手指勾住了叶君爵的小手指，奶声奶气，佯装凶狠，装模作样的说道：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，谁变了谁就是小狗。誓约立成，这接下来就到了紧张的对决环节。到底是3宝弑父对获胜，还是势单力薄的9皇叔会赢呢？躲在树上看戏的叶王府侍卫是纷纷压住啊。这是我这个月全部的俸禄钱，我压小王爷小郡主胜利。唐川先一步堵住，王爷这般宠爱小王爷小郡主，那一定会故意输了比赛，然后和他们套近乎噻。周岩想什么呢？贺东见周岩紧锁着眉，催他赶紧下注，就差他了。是压住王爷还是压住小王爷小郡主？赶紧的，磨磨唧唧的，和街口老娘们似的。东哥，我不明白，有啥事不明白了？王爷明明喝了念相思的解药，忘记了小寡妇，可为啥没有忘记小王爷小郡主呢？打从今儿个王爷赴约，他就没想明白这个问题。因为王爷压根就没失忆，王爷是故意装作失忆。装作失忆？为何？算了，以你的智商理解不了，你只要记得王爷吩咐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行了。下注吧。懒得跟他说，贺东伸手让周岩下注。我压王爷赢，这些可是我最后的钱了。周岩将所有的钱都压在叶君爵的身上，不为什么，因为他是叶王府的侍卫。行，买定离手。好，买定离手。下完注的叶王府众侍卫盯着大眼睛瞪着即将发生的一幕，但是接下来的画面完全超出了99.9%叶王府侍卫的想象。只见这3个小宝贝儿那配合的叫一个完美，一个飞出玉骨扇，一个矮着身子借着扇子攻击飞身向前，一个一把一把撒着5颜6色的药粉。但是可惜啊，只见他一拽一拎一夹，叶君爵左手云叶，右手云岩，胳膊间夹着云星辰。你们输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王府侍卫们是瞠目结舌好半天呢。一生要强的老父亲啊！拉过勾勾立波士，我们愿赌服输。九皇叔若是要责罚，便罚我一个人。这件事情皆是因我一人而起，与弟弟妹妹无关。有什么恶毒的手段就冲我来，与我兄长和妹妹无关。云星辰叉着腰，黑黝黝的大眼睛不叽盯着叶君爵。是我出的主意，你害了我们娘亲戚，是我要找你报仇的，和大哥哥二哥哥没有一丢丢的关系。看着3个小宝贝儿互相保护着彼此，叶君爵很是满意。不愧是他的种，有担当。你们应该记得誓约，本王若是赢了，你们3个就要答应本王的3个条件。面具下的叶君爵勾着唇，既然从云南月那个犟种女人下不了手，那他为什么不改变套路，从孩子们身上推进嘞？本王的第一个条件，从今以后无论什么场合，只要见到本王，你们3个必须叫爹爹。云岩皱着眉，云叶挑着眉，云星辰歪着头。怎么不从？想让世人都知道云南月与本王的孩子是说话不算话的小骗子？你才是小骗子呢，我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诚实的好孩子啦。不就是叫爹爹吗？爹爹，奶声奶气的一句爹爹，哎呦，让叶君觉得心都暖了。你们呢？要不是碍于自己的人设，他真想把女儿抱在怀里。不行，得忍着。即便是女儿再可爱，
可是为了能将他们母女4人一网打尽，他必须忍。爹，爹，父王没听清楚你们在说什么。爹，爹。云烨几乎是咬牙切齿，叫出了爹。他们就不明白了，他们3个的配合几乎完美，即便是3人的师傅也会中招，可是为什么叶君爵一招就破了他们的阵法呢？九皇叔，第1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，第2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叫父王什么？爹爹。云岩心中虽然恼怒，但是并不在意口中的爹是什么意思。哼，就算叶君爵是他们的亲爹，可想得到他们的承认，做梦。第2件事情，今日之事不准告诉云南月，君子之约定要信守承诺。爹爹放心，我们也不想让娘亲知晓今日之事，毕竟娘亲至始至终都不曾告诉我们亲生父亲是何许人也。被大儿子怼，被二儿子眼神刀，被小女儿气鼓鼓的瞪着，莫王爷的心情啊，有些小糟糕哟。是夜，听雪楼，云南月给云星辰讲着睡前故事，讲着讲着，母女2人睡了过去，并没有注意到窗外站着一个男人叶君爵。你怎能如此狠心薄凉？但是事实证明啊，他对云南月的感觉始于念相思，却不是终于念相思。即便是服了解药，他也没有忘记这期间发生的点点滴滴，以及那让人无法忘却、为之发狂的吻。王爷，您要是真喜欢，直接抢回去吧。咱们叶王府上上下下，就算是拼了老命，也不会让云南月离开王府半步的。哼，他们打不打得过云南月先不说，作为叶王府的侍卫，就是要为了王爷的幸福万死不辞。陆泽谦呢？回王爷，陆泽谦去了临城，临城陆家分支被重创，几乎被灭了门。哦，对了。卑职今儿还听到小寡王妃和大理寺绍兴将军在西园茶庄见了一面，聊了得有1个多时辰，还点了西园茶庄最贵的茶点。那菜市场门口聊天的八婆什么样，贺东现在就什么样，恨不得把云南月描述成一个夜半私会小四的不良女子，要是再嗑上一把瓜子儿，那就更应景了。王爷，卑职可不是爱说瞎话的人，如今狼多肉少，将军又是王妃嫁入王府前的情郎，为避免酒腥复燃，要不要卑职去处理了绍兴大人？不需要，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怎么会入了南岳的眼？王爷大度。贺东佩服自家王爷的胸襟呐，不愧是云南岳正宫夫君，不是外头那些莺莺燕燕能比得了的。翌日，大街上不远处的街道嗡一声腾起了一股浓烟。救命！救救我！娘亲亲，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救命了。循着声音来源向前走了1米。小哥哥你别怕。娘亲亲，这里有个小哥哥被压在石板下了。哎呀，回娘来吧。哎，云南月叹了口气呀，知道女儿爱心泛滥，不过他虽然没有心，却不能扭曲女儿的3观。小哥哥你不要害怕，我娘亲亲是天底下做饭最好吃的医师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云星辰，云是云星辰的云，星是云星辰的星，辰是云星辰的辰。听着云星辰介绍完自己，少年再也抵不住涣散的意识，昏死过去。正当云南月给少年处理伤口，一队人马咯哒咯哒咯哒奔了过来。当他看清楚骑在高头骏马上的玄色蟒袍男子时，云南月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那9皇叔叶君爵。帅叔叔，帅叔叔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是谁家的小孩？侧身下马，叶君爵看着云星辰，所表现出的态度是既冷漠又陌生。我是小星星呀。他们前几天见过的呀，为啥本王叔叔像不认得他呢？小星星，你认识本王吗？当然。云星辰正要说俩人认识，云南月几步上前将女儿抱在怀里。小女与9皇叔并不相识，是他看错人了。娘亲亲，我认得帅叔叔呀，你还给帅叔叔治过病呢，他还抱着你呢。童言无忌，宁父家里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云南月抱着女儿随着不再拥堵的人群离开，一直到母女2人彻底消失在叶君爵的视线中。云南月从叶君爵紧握的双拳不难看出，他在极力的隐忍着对女儿的爱，为的就是不让这个女人察觉出端倪。毕竟他现在的人设是吃了解药的，应该忘记一切的。云南月，云南月，你这个没有心肝的女人！是夜，听雪楼。娘亲亲，我不理解呀。一整晚的时间，云星辰都在思考本王叔叔为什么不认识他的原因。帅
帅叔叔为啥不认识我啦？明明那天在青玉楼的时候，娘亲亲还给帅叔叔治病，帅叔叔还夸我了呢。他脑子被驴踢了，忘记了一切，不认识娘亲，也不认识你了。啊，帅叔叔的脑子被驴踢了，是踢傻了吗？是，很傻很傻。臭宝乖啊，咱们以后不和傻子玩了。云南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云星辰显然是信了，一脸的同情。翌日，江浦县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大理寺少卿江浦姓扎唯利是图绝。本少卿名江绝。哦，身为女子，战无战相，坐无坐相，成何体统？呐，这人掉粪坑了。少卿大人要不刷刷牙？掉粪坑喝多了粪水，说话也是臭烘烘的。哎，讨人嫌。云南月，你再说一次。再说一次啊！吼吼吼！我说10次都没有问题，就看少卿大人喜不喜欢听了。你什么你啊？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没事儿赶紧从我面前消失行吗？我看见你这张脸就不想吃早饭。见江绝站在原地瞪着他，云南月转身就走，一边走一边吩咐陆管家：“陆管家，关门。哦，对了，关之前找人用水好好清洗一遍门前，省得沾染了外来的晦气。”爆炸之时，你就知太子殿下有过，圣上有旨，让你明日进宫面圣。我去，万万没想到昨儿救那孩子是叶北国的太子，这太扯了吧！不过进宫面圣这件事儿，某女人是转身就忘。翌日，娘亲亲，我很不理解。咋？你又不理解什么了？一大早起来就看着云星辰望着天，小表情好像又在思考着决策历史性的重要问题。人被驴踢了，真的会失忆吗？哦，当娘的心里苦啊！娘亲要上街买点药，你们要吃什么口味的糖葫芦啊？果不其然呢，当糖葫芦这3个字出口，这云星辰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吃上。